Business card 自个母亲是澳门短期。我操！泥头车果然是掌管穿越的神灵，一脚油门就把我送到了这洪荒世界。等等，我成了巫族！原本大势之中根本不存在的第13祖巫，完了！未来的巫妖大劫，祖巫可是要跟妖族两败俱伤，彻底死绝的。系统，童子，哥。没系统，说好的穿越者必备金手指呢？这可是洪荒啊！难道要我靠自己？没系统怎么了？巫族可是正儿八经的盘古正宗，只要我稳健苟住，关键时刻点拨一下这帮没头脑的哥哥姐姐，日后跟着后土祖巫退守地府，至少能混个丰都大帝当当，这泼天的富贵不就稳了？这老13脑子没问题吧？怎么又哭又笑的？吴天见过诸位兄长，见过玄冥姐姐、后土姐姐。值了，就凭玄冥、后土这两位祖巫的颜值，来巫族就值了。他也怕玄冥妹子，看来脑子没问题。这也算辨别标准。那冰山刀子眼神哥谁看不怕呀？吴天，你是什么法则？你的祖巫真身呢？啊？好像出了点小问题。我空有肉身强大，但体内空空荡荡，根本没掌控任何法则之力。我知道了，吴天是因为出世最晚，本源不足，自身有所残缺，所以才没能天生掌控法则之力。巫族肉身缺陷，虽有法则，却无法修炼出元神。就这你还好意思说我残缺？兄长此言差矣。我虽然没有天生掌控一道法则，空有肉身强大，但是搞不好这正是盘古父神的安排，为的就是承载你们的法则呢。把你们的给我，我不就有了？盘古父神，好像有点道理。也好，那就让我先来试试，看看你能不能炼化我的后土精血，掌控一些我的法则之力。小妹，你这不过是一滴精血而已，便是不成又如何？终究是自己人。可要是真的如吴天所言那样，对呀，要是真的跟他所说一样，吴天岂不是能承载12道法则，成为盘古父神真正的传承者？这就是后土法则，还有这血脉记忆，九转元功。啊！怎么都这么看着我？你小子还真行！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。当然，要是能再来几滴精血，就更好了。好，太好了！慢着，老手，五行之中土性生金，你给吴天一滴精血，再让他炼化一下试试，看看他究竟能不能打破限制，承载其他法则。祖屋们人还怪好的，真就这么给我了啊！别愣着了，赶紧啊！成了，真成了！我这是成了全村，不是成了所有祖屋的希望。好，太好了！盘古父神后继有人啊！都停下！
大家都出一滴精血，先拿给吴天，让他竭尽全力炼化。巫族好像还真的挺好，都没人考虑自身法则被我炼化会不会对他们自己有损害。多谢各位哥哥姐姐。不过是一滴精血而已，咱们兄弟用得着这么客气？下手也没个轻重，在巫族客气也成罪过了。老弟，你赶紧好好炼化，等你炼化完，便是咱们13祖巫称霸洪荒之时。不错，父神开辟的这方世界，自然要我等来掌管。才出世没多久就想着称霸洪荒，就你们这比不周山石头还硬的脑子，能算计过天道和红军？兄长们，我有一言不知当不当说。说，小弟现在实力还弱，炼化金血需要很长时间。诸位兄长和姐姐们在外行走，倒不如就以12祖巫之名。你们想啊，若是洪荒中所有人都默认是12祖巫，结果我这个第13祖巫突然横空出世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会不会给他们一个大的惊喜？没想到你这浓眉大眼的家伙竟然这么阴险。好，就听你的。等你将12道法则全都承载，实力大成之后，才是你这第13祖巫扬名的时候。太吓人了，洪荒实在太危险了。不行，我还是回去继续炼化精血，不把12滴精血全部炼化，坚决不出盘古殿。狗在盘古殿炼化精血，提升实力，还能跟后土祖巫聊聊天，拉拉关系，这日子不是挺好吗？没事拼什么命啊？吴天，快来跟我打一场，让我看看你最近有没有退步。不用吧，之前不是才操练过吗？这女人下手比她的玄冥法则还要冰冷，这哪里是操练，简直是糟蹋人！别废话，你不过来我就过去了。拼了！就这，如何？我就说了吧，还是得多练练。是，今日之辱必报。等我融会12道法则。你在想什么？没啊，我什么都没想。你们啊，别怪玄冥姐姐，她也是为你好。炼化精血固然重要，不锻炼战斗意识也不行啊。我知道，玄冥姐姐的心意我自然了解。不过，要是能出手再轻一点，那就更好了。吴天，我修出元神了。啊？真的？兄长们，我有个点子，你们斩杀凶兽和吸纳煞气所得的功德，不如都给后土姐姐吧。行，反正我们以肉身为主，要这功德也没用。我之前提议本来只想提前打个基础，万没想到竟然真成了，这大腿抱稳了。啊！后土妹子，你真修出元神了！我知道了，咱们祖屋中除了吴天，便是后土出世最晚，身上煞气最轻。现在有这么多功德护持抵挡煞气，所以才能修出元神。大哥说的对。吴天，这次多亏了你出的主意，你小子行啊，有点东西。吴天，你觉得我行吗？我也想修炼出元神啊。后土能行，是因为本身就能修出元神。我修九转元术，煞气直接化为本源，所以也没事。祝融这，我该怎么说呢？别添乱了，你以为你跟后土妹子一样呢？就你这脑子还想修炼出元神？你们给我滚出去！整个巫族之中，你怕是智慧仅次于我了，身上煞气又轻，后土妹子都修炼出元神了，那你呢？等我将这些精血都炼化了吧，到那时12法则齐全，自身圆满，元神自生。我和你二哥的法则比较特殊，
待你炼化的时候，若是有什么问题，随时来找我们，为你解惑。咱们祖屋只有13，我准备催动血池，孕育更多的族人出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巫族无法生育，只能靠血池繁衍。我该不会也是这样吧？啊，我觉得可以。不过血池毕竟不是无穷无尽的，终有消耗完的一天。因此，兄长们在外面捕杀凶兽的时候，不妨将他们的尸身都带回来，投入血池之中。还有，即便是族人多了起来，咱们也没必要现在就跟3族冲突，就在这不周山脚下慢慢发展便是。你觉得3族谁会胜出，最终称霸洪荒？都不是，3族谁都无法称霸洪荒，最终都会惨淡收场。最终的胜利者一定是红军。红军？兄长，你只管看着，接下来的发展肯定会是这样。3族之间的斗争都是罗侯在幕后挑拨，罗侯与红军之间的斗争才是主要矛盾，但是他肯定斗不过红军。哼，我还有一个主意，除了斩杀凶兽慢慢发展之外，咱们还可以在3族后面，他们在前面打，咱们就在后面清理战场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们去打扫3族战场，给他们收尸？收尸有什么不好？3族的尸体可是好东西，他们的精血可以投入血池之中，充实血池的力量，肉身还能给将来的族人们当食物，或者炼制神兵利器。还有一点，战场之上肯定煞气冲天，要是能把煞气也清除一下，天帝肯定还有大功德降下。咱们可是盘古血裔，父神留下的这片天地，自然要好生维护。3族大战的战场凶煞无比，咱们不得处置一下，净化洪荒，无屋有责。好一个无屋有责！再听你一回。你真的觉得3族结局如此？后土姐姐，你只管看吧。这3族非但是惨淡收场，而且最后还是主动退出洪荒。反正到那个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后土姐姐，我若是说对了，你们2个能不能帮我一个小忙？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就算是你没说对，就凭你帮我修炼出元神，我也该谢你。后土姐姐言重了，你能修炼出元神，最主要还是兄长们把功德都给你，有这么多功德，才能隔离煞气的侵蚀。若是我没说错的话，在祖龙退出洪荒的时候，2位姐姐帮我取些祖龙金血。好，要是有机会，我一定为你取来。你在此好好修行，我会继续来找你的。上辈子没结婚，总不能这辈子还断香火吧？祖龙可是个播种期，拿他精血看看能不能解决巫族繁育的缺憾。接下来炼化哪一个呢？玄冥精血。算了，这些家伙也不弱，消弭煞气更是天地认可。暂时强敌在前，还是不要跟他们计较了。让族人们注意点，莫要将尸首遗落在战场上。这不是洪荒吗？巫族出生怎么看着这么科幻？吴天，我们准备把族人们按照自身法则分一下，大家各自带着修行，这样也有利于他们的成长。你也挑几个吧，你能承载我们所有人的法则。这些族人，你想挑哪个挑哪个。算了，我就不用了。将12道法则都炼化需要漫长时间，但也只是开始，后续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积累。带一帮闹腾的巫族多费脑子，哪有姐姐香啊？后土姐姐，我跟你混吧。大哥，我也有个主意，咱们应该让吴天和后土妹子结合，说不定就能给咱们巫族繁衍族人呢。你以为我是祖龙呢？靠2个人得生到什么时候去？
好，以后咱们就一起主持后土部落。吴天，你说中了，三族果然发下天地誓愿，主动退出洪荒天地了。你要的祖龙精血，人家祖龙义正言辞、悲戚无比的发下誓愿，我和玄冥两人躲在边上，就等着祖龙抛去身躯，跟等尸体的秃鹫一样。多谢，还是你最懂我。吴天，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当然是靠脑子推测出来的。兄长们，你们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？我之所以没有天生掌控法则，是因为我掌控了智慧法则。孕育我的力量，我都拿来长脑子了，所以我其实是智慧祖屋。真的有智慧法则？他胡说八道呢！什么智慧祖屋？吴天又被你说中了，红军赢了，罗侯身死，诛仙剑阵都被抢了。哼，这下信了。信了，我现在都有些怀疑，你会不会真是智慧祖屋？大哥，这是咋了？还能怎么了？兄长一直觉得自己是咱们巫族最智慧的、最有头脑的，结果脑子远不如你呗。快点说，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们的？红军此番获胜，气运加持之下，肯定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等他成功之后，到时候肯定会讲道，这也算是个不小的机缘。这算什么机缘？咱们祖屋自有修行法门，淬炼肉身，不断加深对法则的掌控，终有成道的那一天。何须去听他讲道？不是平白欠他因果。红军若是讲道，固然有他自己的主观意愿，但是更多的肯定是天道要求。他是不得不讲道，引领洪荒修行。祝融兄长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要是去听了红军的讲道，你会觉得欠他因果吗？自然不会，凭什么？这天地都是咱们父神开辟，天道让他讲道，咱们听两句怎么了？那不就得了？我倒要看看紫霄宫中的座位到底是不是圣人机缘，鸿蒙紫气的归属又是不是跟原本大势之中一样。紫霄宫讲道，我去定了。吴天这几天怎么一下急起来了？之前我跟他说，咱们两人的空间时间法则特殊，要出手助他炼化，他还不愿，非要自己尝试。突然一下子又主动开口，怕是看到跟兄弟们的实力差距，要奋力追赶。不错，身为祖屋，就是要有一颗争强好胜的心，怼天怼地怼空气，这才是咱们祖屋。红军讲道在即，不急不行了。大哥，他怎么了？他之前炼化其他的法则之力，不是挺正常的吗？法则冲突了，老二，一起出手，先把这冲突镇压。吴天的肉身力量很强，远超你们给的精血之中的法则力量。但是等我二人的法则也被他炼化之后，冲突陡然间加剧，以他现在的肉身力量无法镇压。有了，12都天神煞大阵，咱们联手能布下12都天神煞大阵。若是吴天能以此阵控制体内的12种法则之力，不就好了？吴天，我和你二哥给你镇压身体的暴动，你赶紧领悟此阵，以此阵统合控制12种法则。怎么样？他再怎么智慧，现在还不是要靠我？既然早知道有用，为何不早点传给他？就是，要是早点给，能有刚才那么惊险吗？12种法则完善，肉身强大，我也要修炼出元神了。
蒙亮天池。盘古真身！就你知道的多，叫这么大声做什么？要是把吴天惊着了，我扒了你的皮！盘古真身，吴天竟然真的练出了盘古真身！可惜，要是这盘古真身的气息再强一点，岂不是能一把将这鸿蒙亮天池彻底炼化？你可是真的修炼出了盘古真身？是，也不是。哎呀，我的吴天老弟，你就赶紧说明白吧！大哥刚才怨我惊呼打扰你，差点没一巴掌拍死我。你要是出点岔子，我就完蛋了。我自然是没有练出真正的盘古真身，但我得了盘古真身的真意，作为一门神通，燃烧精血，便可短时间以盘古真身现世。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，你果然是盘古父神真正的传承者。多亏了大家送我祖屋精血，又传我大阵，否则我如何能有今日？精血算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你自己。对了，你现在感觉实力如何？实力如何？兄长一看便知。玄冥姐姐，可愿再跟小弟操练一回？看来你这次果然进步很大，竟然敢主动挑衅我了。好，很好。哇！玄冥他笑了，吴天老弟这下惨了。不讲武德，你倒是让我准备一下呀！不行，今天非得重振雄风。盘古真身！玄冥姐姐，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我知道你之前与我对练是为了我好，所以今日我只出一拳，算是给玄冥姐姐留点面子。今日就对战到这儿吧。哼，只出一拳，还是只能出一拳？完了，被看穿了。不用给我面子，再来。你不是一直想将我压下吗？正好今天实力大涨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等等，你先听我说。原来如此，你这盘古真身不持久啊！玄冥姐姐，你要是再不停手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此乃先天第一功德攻击灵宝，威力强横无比。我若是全力催动，伤了你，可别怪我。好了，都停手吧。吴天老弟，原本我们还担心你性子有点不像我们巫族，没想到你还能有这样的血性，竟敢挑战玄冥，佩服佩服。不急，以后只要你的盘古真身大成，别说打败你玄冥姐姐，便是我和你二哥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吴天，盘古真身的耗费极大，兄弟姐妹们布下12都天神煞大阵，才能召唤片刻。你虽然有盘古父神护佑，得了这神通，但是千万不要随意使用，甚至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有这一门神通。啊？兄长的意思是，之前你不是说了12子屋有13，要藏在暗中，给敌人一个惊喜。我们又不是傻子，自然明白你的意思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做得彻底一点，连盘古真身也隐瞒起来。大哥有进步啊！要是能继续这样下去，
多动动脑子，谋算一番，还会有将来的巫妖终战，两败俱伤。到时候我若是说退走地府，静待时机，卷土重来，兄长们会不会同意？兄长果然有大智慧。哼，方才我的话都听到了吧？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你们都给我藏在心里。以后关于吴天的事情，不准胡乱在外面说。看我做甚？我是性格急躁，可我又不是傻子。哼，吴天，你别急，眼下盘古真身只能用一息时间，但是只要你不断强大自身，终有一天能随意催动。放心吧，兄长所言十分有道理，小弟我肯定牢牢遵守。兄长，之前你们将12都天神煞大阵传给我，用来弥补法则之间的冲突。我在方才的修炼之中有些感悟，突然又有一个主意。但说无妨。12都天神煞大阵我已然了解，其威能最强处，便在于能整合12子无的力量，召唤出盘古真身。其弊端就是大阵运转之后，法则之间相互交融、冲突，以及强悍无比的煞气，对兄长们带来的反噬之力，所以此阵不能持久。我等以盘古殿镇压大阵，难道不行吗？难道洪荒之中还有比盘古殿更强的法宝？你们说，有没有可能给12都天神煞大阵再增加一个承载反噬的存在？比如不周山。如果不周山倒下是必然，绝不能让他倒在巫族的手中。若是这份因果被他人承担了，12都天神煞大阵绑定不周山，跟镇元子的地书大阵一样，破此大阵便撼动不周山，承担天大的业力。还有人敢随意对祖巫们出手吗？这不太好吧？不周山乃是盘古父神的脊柱所化，我等怎么能拿这个做挡箭牌？如此，怎么对得起父神？可拉倒吧，这盘古殿还是盘古的心脏所化呢，也没见你们说什么。吴天，不周山乃是洪荒天地之柱，实在是干系重大。若是有什么不测，父神所开辟的这方世界必然震荡，由不得我们不小心。而且不周山一立此处，无法挪动，对于12都天神煞大阵来说，也不太方便啊。兄长所言极是，不过我也并非是想让兄长们将12都天神煞大阵固定在不周山，日常还是以盘古殿来镇压大阵，等到危急时刻，再将不周山关联。若是有一天巫族面临覆灭的危机，那这不重山即便是倒下又如何？没有巫族的洪荒，还是咱们需要维护的洪荒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可是盘古血裔，父神开辟的这方世界，自当由我等掌管，怎么可能容不下我们？我就知道祖巫们骄傲至极，怎么可能轻易接受？好，就听你的。接下来我等便琢磨一下，如何将12都天神煞大阵与不周山关联上。寻常并不使用，当做咱们巫族的另一个底牌。多谢兄长信任。你好好巩固一下自身修为，此事不用操心，包在我等身上就行。回头我就跟你的这些兄长们商议一下，要如何改动大阵。吴天，你好像对巫族的未来很悲观，要不要透露一点呢？还是跟后土、玄冥两位姐姐开诚布公吧，毕竟后土可是我选定的大腿。后土姐姐，你觉得咱们巫族接下来的发展如何？是我先问你，怎么你倒是反问我了？快说，不好好交代，再唧唧歪歪，我就让玄冥姐姐好好教训你一顿。龙汉大劫过去，经历过大战之后，天地间煞气浓厚，而咱们巫族的修行又是以煞气淬炼肉身，所以接下来当是巫族大兴。但巫族能一直强盛吗？好，就听你的。接下来我等便琢磨一下，如何将12都天神煞大阵与不周山关联上。寻常并不使用，当做咱们巫族的另一个底牌。多谢兄长信任。你好好巩固一下自身修为，此事不用操心，包在我等身上就行。回头我就跟你的这些兄长们商议一下，要如何改动大阵。
吴天，你好像对巫族的未来很悲观。要不要透露一点呢？还是跟后土、玄冥两位姐姐开诚布公吧。毕竟后土可是我选定的大腿。后土姐姐，你觉得咱们巫族接下来的发展如何？是我先问你，怎么你倒是反问我了？快说，不好好交代，再唧唧歪歪，我就让玄冥姐姐好好教训你一顿。龙汉大劫过去，经历过大战之后，天地间煞气浓厚，而咱们巫族的修行又是以煞气淬炼肉身，所以接下来当是巫族大兴。但巫族能一直强盛吗？有道是盛极而衰，哪有一直兴盛的存在？龙汉三族当初何尝不是这样？为了剿灭开天凶兽，应运而生，从弱到强，兴盛无比，最终不还是惨淡收场？不一样，我等乃是盘古血裔，这洪荒天地乃是父神所开，我等兴盛乃是理所当然。有什么不一样？这洪荒天地万物，大多数都是盘古父神的身体所化，我等乃是精血所生，其他生灵也都各有出。就比如祖龙，还是盘古父神的肾精所化呢，不还是惨淡收场？唉，难为你为巫族考虑的这么长远。既然这样，此事你怎么不跟兄长他们提？我倒是想啊，可现在咱们巫族的族人还没多少，刚刚开始发展，我就说巫族以后必将衰落，兄长他们如何能接受？喏，怕是比玄冥姐姐还激动。你是说我暴躁，听不得意见？你这都要揍我了，难道不是吗？也对，兄长们正要雄心勃勃做一番大事业，肯定听不得这些。此事在我二人面前说就算了，虽有前车之鉴，但是咱们兄弟姐妹只要齐心，未必不能打破桎梏，让巫族一直兴盛。可还需要祖巫精血？不用不用，你们的精血炼化一滴作为一个引子就好，哪能一直拿你们的精血修行？不过，若是两位姐姐能帮忙找到其他各种包含法则之力的天才地宝，或者是先天灵根，小弟感激不尽。好，我会帮你留意。此事不仅仅我和你玄冥姐姐会上心，兄长们那里我也会去跟他们说一下。不急，接下来就是红军讲道，到时候自然能见识到洪荒的诸多人物。仙道修行只需要炼化铭刻先天五行法则，法则圆满就能晋升大罗金仙。而我的元神修为想要晋升，得12道法则，也挺好，正好冲击一下以力正道。总不能跟着红军走三师之道吧？等到红军讲道，洪荒便彻底进入巫妖大势。我要尽快提升实力，炼化祖龙精血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咦，炼化什么法则之力，就能对应激发出什么祖巫真身的虚影吗？可是这样的话，法则不是又要不平衡了吗？祖龙啊祖龙，你这也不顶用啊。这还差不多，肾脏生精气主繁衍，总算不用担心跟祖巫们一样有所缺陷了。真想立马验证一下。老二，吴天说的那些话，你怎么想的？真要将大阵绑在不周山上，我也不愿意相信。我等巫族乃是盘古正宗，又吸纳天地煞气，稳固洪荒，怎么会有那一天？但是，吴天这家伙虽是懈怠，却是我们祖巫之中最为聪慧、最知天数的。他也从不无的放矢，反正也没什么损失。咱们就按他的想法，好好改造12都天神煞大阵。待咱们修行进一步之后，你我联手催动空间法则、时间法则，朝着时间尽头一探，自然就能知晓未来变化。好，大哥，咱们不用这般忧虑。洪荒之中实力为尊，只要咱们自身实力强大，又何须担心这些？而且咱们还有吴天呢，说不定
他正是父神给咱们巫族安排的出路呢。哈哈哈，对，父神一定会庇护我们的。吾乃红军，今已成圣，3000年后将于紫霄宫中讲道，有缘者皆可前来。红军果然要讲道，又被吴天这小子说中了。走，召集兄弟们去找吴天。大哥，怎么了？又被你小子说中了。红军声传天地，要在紫霄宫讲道了。已经开始了，可是我怎么没听到？红军虽有天道加持，但这盘古殿可是父神遗留，天道都无法入侵染指，又何况他红军？你之前正在修行之中，自然没听到。那兄长们来找我，是想你小子点子最多，之前更是猜中此事，自然要来问问你的意见。吴天，此事你怎么看？那还等什么？咱们赶紧出发呀！还有3000年时间呢，现在就出发。这红军讲道可是天道的要求，肯定有大机缘。这么多人去，那肯定是先到先得。我都想好了，咱们最先出发，最先去，直接把机缘都占了。别急，咱们一去3000年，后面紫霄宫讲道还不知道要多久，不得安排一下族中之事。是小弟太过心急了。而且，大哥掌控空间法则，我掌控时间法则，我二人联手，肯定能先找到紫霄宫。倒也是这个道理。那就这样，赶紧召集大巫们吩咐一下，然后便速速往洪荒之外、混沌之中去寻那紫霄宫。拜见诸位祖巫，起来吧！我等要去紫霄宫听道，尔等在洪荒护好族人。祖巫们只管放心，我等誓死保护好族人。好，不愧我巫族的儿郎。我等离去之后，盘古殿依旧留在此处。你们若是遇到不敌的对手，便回盘古殿等待。等我等回来，咱们一起找回场子。多谢吴天祖。你们在不周山脚下活动的时候，注意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一株七彩葫芦藤，发现就保护起来。等我回来之后，告诉我。谨遵祖巫大人之命，我等一定好好寻找。此事主要看机缘，真是找不到也不强求。你们也无需自责，我另有他法。吴天，你说的这先天葫芦藤很重要吗？此乃先天10大灵根之一，上面的葫芦各有灵妙，但最重要的是这葫芦藤关乎一场大机缘。若是他们没能找到，等到听道结束，我帮你一起找。还有我。多谢两位姐姐。走吧，咱们也去紫霄宫中听道。那红军说有缘者皆可前来听道，我看是有实力才行。这9天罡风极为厉害，非金仙之上难以度过。偏偏他不好好说话，说什么有缘，哄得这些自不量力的家伙白白葬送法身。吴天，眼下我跟你二哥施展法则之力，正是你好好感悟的时候，还不赶紧？多谢兄长。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我等也助吴天一臂之力。我等也速速出手吧，要不然吴天这家伙还觉得只有2位姐姐爱护他，我等兄长小气呢。
到了，怎么样？大哥没骗你吧？绝对会赶在其他人前面，不耽误你的谋划。这就是紫霄宫。三清，这12祖屋自大自傲，竟然会都来听红军讲道。咦，此人是谁？难道也是巫族？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讲道还没开始呢，红军就要玩手段吗？这红军老儿，兄弟们，出手！尼玛，竟然这么不要脸！说好的道祖风范呢，直接暗中出手阻拦我们，这活做的也太糙了吧！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我屡次推演天机，明明只有玄冥后土这2个祖屋前来听道，怎么12祖屋都来了，还来得这么早？还有他。不好，有功德至宝镇压天机气数。想探查我底细？不过目前看来，这红军有天道约束，还是有所忌惮，并不敢强行出手。兄长别急，先进紫霄宫要紧，其他的回头再说。后土姐姐，你修出元神，你去做。咱们就坐后土姐姐后面吧。哼，诸位兄长别急，一会儿就有好戏看了。啊？什么好戏？镇元老哥，族屋们这是要干什么？眼神直愣愣的，看得让人怪害怕的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不过此处可是紫霄宫，祖屋们应当不会连红军的面子都不给，直接再次出手吧。再说，咱们也没招惹他们啊。这位道友见着面生，不知如何称呼。哈哈，镇元子道友没见过我也很正常，我平日里很少在洪荒走动。不过2位道友的名号如雷贯耳，我早就听说，一直想与2位道友相见。兄长们常说，2位可是洪荒之中难得的老好人啊。老好人？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道友客气，祖屋们谬赞，我兄弟2人也只是不系争斗，一心逍遥而已。原来他叫吴天，定是巫族中最得力的大巫，才被带来听道的。我为天道圣人，这巫族却名为吴天。若不是怕巫族闹事耽误讲道，真想调动天道之力查查他的底细。吴天道友，此次讲道结束，定要去武庄观一趟。镇元老哥的人参果绝对值得品尝一番。道友若是前来，镇元必然扫踏相迎。哈哈，那我可就当真了。我早就听说过人参果。怎么扯到人参果上去了？元始，什么意思？洪荒传言巫族好战，果然不假。元始不就哼一声不理他就行了，帝江祖屋却直接一副要开战的模样，
这里可是紫霄宫啊！我什么意思？我倒是想问问你们什么意思？你们来紫霄宫中听道，在此大声喧哗是什么意思？又岂是应有之理？关你屁事！这紫霄宫是你的吗？二弟，此处终究是圣人道场。呵呵，元始道友发怒实在没道理。我等在讲道之前结相道友，互通有无，坐而论道，相互长进。哼，这正是来紫霄宫听道的意义之一。如你这样动不动就指责他人，引发争端，反倒是不美吧？巫族什么时候有这脑子、这口才了？好像也是，人家交朋友，干嘛非要去摆脸色？说得好，哼，我们巫族可是最讲道理。哎，看在盘古父神的份上，我就好心劝你一句，别仗着自己盘古正宗的身份，就处处一副高人一等、圣机凌人的模样。也就是镇元道友、红云道友宽宏大量，要不然就凭你这态度，定要跟你没完。无天道友，别玩我们了，还以为你是巫族里的异类，真是一点不比祖巫们差。我们可不想惹三清啊！怕什么？有理走遍天下，难不成他还想对我出手？莫要冲动，别忘了咱们是来干什么的。无天道友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要不还是少说两句吧。两位道友何必惊慌？我知道两位道友一心自在，不想沾染过多的因果，但是两位可知，因果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掉的。就拿红云道友这座位来说，可是带着诸多死结与变数啊。无天道友，你的意思是这座位有问题？啊！偌大紫霄宫，这么多人前来听道，第一排却只有7个蒲团。只要不傻，想必都能猜到这蒲团定有什么缘故，其上有着大机缘吧。我兄弟二人虽有防备，但老好人名声在外，威慑力不足。若不是旁边坐着巫族，恐怕这些人早就上来逼迫了。无天道友，要不这座位让给你吧？你们巫族人多势众，祖巫们在洪荒又凶名赫赫，想必也没人敢觊觎。哎，红云道友，你先别急啊。这座位既是机缘，消耗的便是你自身的气运、福缘。机缘越大，消耗的气运也越大。你既然已经坐下，再让出来反倒是不好，天赐不取，反受其咎。要我说，你们就应当跟我巫族学一学，谁敢逼迫你们，跟他拼了就是。现在洪荒之中，能斩杀你们兄弟二人又不付出点惨痛代价的，几乎没有吧？这多谢道友指点。吴天，这座位他都让了，你怎么不接受啊？之前不还说要抢着大机缘吗？兄长别急，再耐心等待一下。若我此时抢了座位，这红云以后说不定会觉得是我危言耸听吓唬他，得等他面临真正巨大的压力时，我再出手。而且，就算拿不到鸿蒙紫气也无妨，反倒能借此验证红军天道大势的深浅。行，我跟你诸位兄长姐姐们都信你，你有什么想法只管去做，我们在后面给你撑腰。我倒要看看，还有没有人敢针对你。哼！兄长，咱们还不动手吗？整个紫霄宫第一排就7个座位，道运盎然，定是大机缘。人越多，怕是越不好动手了。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三清巫族自然不用说，伏羲女娲也不是好惹的。
就算是这红云，怕是祖屋们也会护着他。我没说他们，这鲲鹏形单影只，咱们就朝他下手，逼他让出座位。咱们兄弟二人只要能得一个就行。算了，讲道即将开始，红军圣人说不定就在暗中看着呢，还是不要在这个时候起纷争了。若是因此错过讲道，岂不是因小失大？兄长，不好，这两人要动手了！别急，有好戏看了。我兄弟二人自西方世界而来，路途遥远，混沌凶险，没想到来到这紫霄宫中已然这么晚，连个座位都没有，呜呼哀哉！哼，没座位就没座位呗。难道你惨你有道理，就一定得占一个紫霄宫的座位？凭什么？是。还望道友成全，将这座位让给我兄弟二人，我等必将感激不尽。以后西方世界生灵得益于此次讲道，亦是会念道友恩德。这准批如此无耻，方才还出手突袭我，现在竟然跟没事人一样，还不如方才坚持一下，将这座位给无天道友呢。若是两位道友能成全，我兄弟二人必将牢记两位的恩德，欠两位一个因果。慢着，想抢红云道友的座位，问过我没有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，胆敢多嘴，管我的闲事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敢欺负我巫族，找死！帝江，此处可是圣人道场，又岂是你们巫族嚣张的地方？两位言之有理，这紫霄宫乃是听道的地方，不是我等打斗场所。不如今日这因果便先记下，等到此番讲道结束，我巫族就往西方世界去找两位了结今日因果，如何？大道争锋，当一往无前，就他们这德行，哼！巫族只是威胁了一下，准提就直接弯腰赔礼，就这也能有所成就？你不懂，有时候退后才是向前。示弱是为了折服。道友恕罪，我兄弟二人来得晚了，并不知晓红云道友已经将座位让给道友，这才贸然上前与红云道友商议，还望道友海涵。紫霄宫内，巫族这帮莽夫真敢出手！这吴天到底什么情况？连帝江都听他的？吴天道友，这蒲团还是你来做吧。无妨，经此一役之后，怕是没有人敢再来找你麻烦了。你只管好好坐着就行。不可！道友以此借口为我出头，若是我还坐在这座位之上，这借口岂不是名不符实？难免让他人对巫族有看法。兄长，要不还是你来做吧。算了，我又没有元神，即便是有天道机缘，又能如何？玄冥姐姐，还是你来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就知道，你小子跟玄冥后土妹子更亲，有什么好事儿肯定会想着他们。想那么多做甚？玄冥姐姐，你就安心坐下吧。做就做，后土妹妹做的，我做不得。
吴天，咱们要不要？算了，没这个必要了。今日鲲鹏欠道友一个人情，此番因果，以后必当偿还。好。红军，老小子还不死心，还想看我的底，没门儿！拜见红军圣人，多谢圣人为我等讲道。以后就这样做吧。时间已至，童儿，关闭大门。吾乃天道圣人，有教化洪荒众生、维护天道运转之责，故此于紫霄宫中开讲、传道尔等。吾之道为逍遥仙道。孙兴的祭骚作哀主，相望全游行。怎么可能？他不是巫族吗？怎么这吴天修炼的这么顺利？唉，也不知是天道有变，还是原本就应当如此。大罗金仙巅峰者，自身法则圆满，明悟自身之道，便可晋升准圣境界。万年时间已至，此次讲道结束，3000年之后第2次讲道，届时再讲如何成就准圣。多谢圣人。关键时刻断章，这红军是生怕下次没人来。总算是结束了。看什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能来这儿的哪个不是先天神圣？哪个没有自身大道？何必听这什么逍遥仙道，丢了自身根本？哼！哟，祝融这家伙竟然还会狡辩了。不好，西方二人溜了！跑得真快。哼，想跑？他们跑得了吗？真想教训他们一顿，咱们直接追去西方世界就行。他们还能从此不回西方世界？走，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。算了，先给他们记上一笔，等到以后一起算账。咱们还得赶紧回去看看儿郎们怎么样了呢。出来了这么久。对，得赶紧回去看看。来之前还跟九凤后裔交代了一下，让他们在不周山转悠，查探一下先天葫芦藤的踪迹，也不知道找到没。吴天道友，之前多谢大家出手相助，我兄弟二人感激不尽。镇元别无他物，只有人参果能拿得出手，不如往我武庄观而去，坐而论道，品尝一番。下次吧，下次一定。也好，诸位道友毕竟跟我两人不一样，家大业大。此番因果，我兄弟二人记在心中。咱们下次讲道再见。等到众位道友闲暇之时，我等必在武庄观扫榻相迎。这两个还行，除了性子软了一点，其他的倒是没什么毛病。软弱性子，原本大事中，红云直接神魂自爆，要跟鲲鹏同归于尽。镇元子勾连洪荒大地的地书结界，他们只是还没看明白洪荒人情世故建立在实力之上的本质罢了。哼，兄长们，咱们走吧。恭送道友，小家伙，好好干，我看你小子有大帝之资。大罗金仙境界的凶兽精血。这个巫族好奇怪啊，说什么大帝之资。放心，咱们俩一人一滴。刚才人多嘴杂，我们忍着没问你。此次讲道你们收获如何？可是有什么进步？那我先说吧。红军此番开讲仙道修行，虽然与我们自身之道不同，
但是对修行借鉴意义极大。我的法则铭刻进度直接翻倍，已然达到4成，肉身力量达到大罗金仙中期，元神也达到了大罗金仙初期。别说那些虚的，境界又不能完全代表实力。你就说吧，你现在能在盘古真身的加持下，能坚持多久？大概能坚持1刻吧。这只是盘古真身的虚影笼罩，并非真正的变身。估计等我成就混元大罗金仙，才能真正以肉身化作盘古真身的存在吧。吴天说的没错，那座位的确是有机缘。讲道之时，有天道之力源源不绝的加持，能压制自身煞气，让元神更快的修行。我也修炼出元神了。真的？不过我的元神好像情况不太妙。后土有功德金轮挡住煞气，玄冥没有，脱离了蒲团，煞气就开始消磨本不该出现的元神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这可是你的法宝，你给我了，你自己用什么？你别急啊，我也没说直接将鸿蒙亮天尺给你，这不是暂时给你镇压一下吗？好不容易得了这个机缘，修炼出元神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它被磨灭吧？放心，这个问题简单，到时候给你找一件能镇压自身元神的法宝，最好能跟你自身法则契合的。到那时，将鸿蒙亮天尺还给我就行。好。玄冥姐姐果然没看错人，不往之前，她一直为你操心。哪件先天灵宝最合适呢？玄冥日后被供奉为水神、东神、北方之神，那必然是北方玄元控水旗啊！先天极品灵宝，防身护元神最合适，应该在鲲鹏手中。要是愿意好好说，用它了结因果；要是不愿意，只能强抢了。前方何人？竟然挡我巫族的路！鲲鹏，这么巧吗？想什么来什么。据说北方玄元控水旗可在鲲鹏手中，正好跟玄冥姐姐法则相合。兄长别急，我去看看。这鲲鹏若是发难，放心吧，鲲鹏还欠着咱们因果呢，此番前来肯定不是找麻烦的。哼，玄冥姐姐还真是好运气，简直瞌睡来了送枕头，运气挡都挡不住啊！我好运气，这鲲鹏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鲲鹏道友，可是找我有事？之前座位的事，我欠下道友因果，不知道友想如何了结？性子孤僻、睚眦必报的鲲鹏，竟然主动追上来偿还因果，还以为来找事，正准备抢个法宝呢。这下怎么办？我鲲鹏不愿欠人情，有什么事情，还是搞得清清楚楚比较好。那道友想要如何了结？或者说道友有什么能给我们，又或者能为我们巫族做什么？实力不如祖屋，法宝也少得可怜，我有什么能偿还因果？哼，也罢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先天五方旗之中的北方玄元控水旗，可是在你手中。若是道友有，就以此宝了结咱们之间的因果。你怎么知道我有此宝？给你！怎么回事？交出法宝后，我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气运也隐隐变化。多谢道友，之前的诸般因果，今日一笔勾销，
看在鲲鹏道友这么痛快的份上，我也不妨告诉道友，你保住的座位可比这北方玄元控水旗珍贵多了。当然，也要看那位怎么想。不可说，不可说。玄冥姐姐，你还真是好运气啊！这件先天极品灵宝与你最为契合，若是能将其炼化，在元神之中镇压，便能解决煞气侵蚀的问题。我刚刚想到这件法宝，没想到鲲鹏就出现在眼前，直接送上门来，所以我才说玄冥姐姐好运道。哈哈哈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等乃是盘古正宗父神血裔，洪荒天地气运所中，自然运气很好。急什么？等你先将此宝炼化再说。你就听他的吧，我也算是看明白了，这家伙点子正着呢，他说什么你照做就是。多谢后土姐姐夸奖。吴天，像北方玄元控水旗这样的法宝还有没有？你说要是再搞来几个，我们是不是也能修炼出元神？想什么呢？得你修炼出元神之后，这件先天灵宝才能发挥作用，可不是你拿着先天灵宝就能修炼出元神。不过，要是能给后土妹子也弄一件就好了。功德总是有消耗完的那一天，还是搞一件先天灵宝保险一点。法宝倒是有，这北方玄元控水旗乃是先天五方旗之一，其他还有东方宝色青莲旗、西方素色云界旗、南方离地焰光旗以及中央雾脊杏黄旗。要说合适的话，那就是这件中央雾脊杏黄旗了，与后土姐姐最为契合。那还等什么？知不知道在谁手中？咱们现在就去抢回来！应该在红军圣人手中，兄长快去抢吧！不急，圣人又如何？等咱们兄弟的实力再强一点，到时候未必就怕了他们。还是算了，等到紫霄宫第二次讲到元神晋升到准圣之后，便能无惧自身煞气侵扰，又何必要这个旗子？在红军手中是不好抢，若是以后到了元始天尊手中，总没有那么难抢了吧？等凑齐先天五方旗，五行合一布阵，巫族岂不又得顶尖大阵？不急，徐徐图之便是。终于回来了。九峰他们找到先天葫芦藤了吗？拜见诸位祖屋大人。找到了。果然如祖屋大人所言，我等在不周山脚下发现了这先天葫芦藤，现在后羿等人正在那里守护。我见祖屋们返回，赶紧前来禀报。太好了！祖屋大人出发前往紫霄宫后，我和后羿便开始寻找。但这不周山何其巨大，找了几千年都没发现。后来其他大巫知道了，大家齐心合力拉网式寻找，最后还是夸父无意间发现一处山谷，被一个先天大阵遮掩。我等联手好不容易破开大阵一角，发现正是这先天葫芦藤所在。夸父，竟然是这家伙找到的。后世他逐日而死，引发巫妖终战。这次他立下大功，我自然不能看着他重蹈覆辙。夸父这家伙立下大功，你们奔波这么久，亦是有大功劳，祖屋我都记在心中。可惜现在除了鸿蒙亮天尺，根本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奖励，还是太穷了。这份功劳暂且记下，待回头我再一一奖赏。多谢祖屋大人。先天葫芦藤，兄长，这先天葫芦藤乃是先天10大灵根之一，
同去，对，去看看。好，九凤，前面带路。拜见祖屋大人。快起来，你们都辛苦了。祖屋大人，你再看。啊，真有！能不能稳重点？这株先天葫芦藤好像还没到出世的时候，上面的葫芦只有前2个成熟了。若是现在打破大阵，怕是会影响后面的葫芦生长。在原本大事中，第3次讲道时都还有2个葫芦没成熟，何况现在被我提前找到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葫芦藤除了法宝，还代表着多子多福。若是能种在血池，说不定能改善巫族繁衍。兄长，你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个山谷以及这方大阵直接搬到盘古殿里？就这么放在这里，总觉得心里没底。我试试。怕是不行。要是在其他地方还好，这里是不周山，空间最是坚固。而且或许这先天葫芦藤需要吸收不周山的灵机才能成熟。要是硬搬走，搞不好适得其反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放在这里呗。这先天葫芦藤又没长腿，又跑不了，再派2个大巫在这里守着，我就不信还有人敢动咱们巫族的宝贝。我等愿在此守着，也行。现在要挪动或者直接打破大阵采摘，确实是暴殄天物，就先放在这里吧。我是想截取机缘，可不是想在洪荒搞破坏。不过，最好还是在先天葫芦藤之上留下印记，或者直接认主炼化，免得以后出什么纰漏，引出麻烦。兄长，你可否在不破坏大阵的情况下，将我送入其中？自无不可。好家伙，真壮观！前2个葫芦已然成熟，紫色的那个原本是太清所得，成了紫金葫芦；黑色的原本归通天，后来空壳炼成了水火葫芦；青色的原本归镇元子，红色的被胡云炼成九九散破葫芦；黄色的被女娲炼成招妖幡，白色的被帝俊炼成斩仙飞刀，蓝色的被元始炼成三光神水。这哪是葫芦藤，分明是先天阴阳5行葫芦。不过现在可都是我的了。对了，9天息壤，女娲造人用的泥土。果然玄妙，不过它要吸纳周围灵气生长，别影响了葫芦藤，先不取。竟然排斥我！你这葫芦藤，我可以实话跟你说，今日你能遇到我，也是你的机缘。这天地有数，如何能容你这般先天阴阳5行具备的存在？若非今日相见，以后你肯定逃脱不了被拆分的命运。别伤心，我乃是盘古正宗，气运所充。今日有缘相见，你若是愿意认我为主，日后我必定竭力保你，如何？看清楚了吗？重来，重来。怪不得滴血认主这么流行，
原来真的很有用啊！嚯，认个主而已，竟然需要这么多血气，你这家伙该不会故意占我便宜吧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就是随便说说而已。原来此阵名为先天阴阳五行大阵，以葫芦藤为核心，现在归我管了。葫芦藤已经认主，这下谁也抢不走了。这就认主了？我看你不就是嘀咕了几句，这葫芦藤还真能听得懂啊！哟，还真懂。万物都有灵性，我诚心跟他沟通，他自然能听得懂，愿意认我为主。这7个葫芦，我打算分给兄长们，不过现在还没完全成熟，还需要等一等。不用，这葫芦藤是你自己找到，自己降服，我等怎么能占你便宜？不管是法宝还是什么，只有发挥出自己的作用，才有意义。只有你们实力越强，才能更好的保护我呀。好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也就不多推辞，等这葫芦成熟之后再说吧。还有，就算是没葫芦，我们也不会让你被别人欺负。对，就是，除了玄冥姐姐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好你个后土！后土姐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好厚重的土行之力。这是9天息壤，生生不息。你可以铭刻此物之中的土行法则，以此来增强元神的力量，必然能事半功倍。现在好了，吴天对你不也上心的很？只要有什么你能用得上的，都给你送来。那是自然，我们俩可是共长后土部落。兄长，接下来我准备就在这里修行，感悟先天葫芦藤之中的阴阳五行法则。你们先回部落吧，等时间差不多了，再来叫我一起出发，去听第2次讲道。吴天，后面讲道我们就不去了吧？红军所讲的仙道，我们实在是没什么兴趣。对啊，我等以煞气修行，紫霄宫中天道之力充沛，灵气浓郁，反而让我们有种如坐针毡的感觉。要不，我们就不去了，你和玄冥后土去听道。放心，要是有人敢找你麻烦，我们直接在紫霄宫门口堵他们。也罢，不去就不去吧。让这些家伙去听道，就像是让体育生上文化课。算了算了，放心，我们就算是不去紫霄宫听道，也不是就此荒废了，一样能修行进步，继续加强对自身法则的掌控，淬炼肉身。还有，趁着洪荒之中的大神通者都去听道，我们正好带着儿郎们安心发展。还有你之前说的12都天神煞大阵的事情，也要尽快办妥。兄长，我还有一事，正好可以一起办。那便是巫族立足。立足？咱们本就是巫族啊，还需要再立巫族吗？并非如此。巫族是咱们自己说的，却未必得到整个洪荒天地的认同。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。再说，咱们儿郎众多，巫族壮大发展，是不是要昭告盘古父神，让盘古父神的遗留意志欣慰？不错不错，我等成立巫族，自然要昭告父神。原本大事之中是妖族先立足，这次一定要抢先，不仅要昭告父神，还能在誓言上动点心思，比如把天道在上改成大道在上，碰瓷一下大道，万一降下大道功德，就赚大发了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等第2次讲道之后，我与2位姐姐从紫霄宫归来，咱们就昭告盘古父神，立下巫族。好。
等我们俩处理好部落中的事情，到时候便来这里跟你会合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就直接从此处出发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也该出发了。元神终与肉身平衡，达到大罗金仙中期。唉，还是差了点啊。三清估计都大罗巅峰了。唉，还是差了点啊。你本来就是我们祖屋之中最晚出世，凭着祖屋精血才掌控法则之力，短短时间能有现在成就，已经很好了。这你还不满意？走吧。可不能误了讲道。玄冥姐姐，你已经完全炼化北方玄元控水旗了。倒也没有完全炼化，不过已然能以这件先天灵宝抵挡煞气了。只是肉身压迫下，元神的修炼还是十分缓慢。别急啊，你看，后土姐姐都不急，等你的元神实力大成，肉身的力量肯定也能厚积薄发。趁着后面2次讲道的机会，你一定要尽可能的提升元神的实力。知道，我才是姐姐，我还用你操心？你之前给我的9天息壤，其中的土行法则让我受益良多。说起来，我也要谢谢你呢。客气什么？你们可是我的靠山大腿，我肯定要想办法助你们成道。好，就如你所说，等我们成道之后，一定好好罩着你。洪荒之中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对，就这样。见过道友，讲道快要开始，道友进去吧。有劳小道友了。帝江道友他们呢？兄长们还有其他事情，所以这次讲道就不来了。有什么事比听道更重要？也对，祖屋们自有血脉传承，的确无需听道。咦，鲲鹏这是怎么了？这家伙向来独来独往，竟然跟无天道友打招呼。兄王，这鲲鹏也太不知道好歹吧！咱们去找他，要带他做一番大事业。他那样冷淡的态度，现在却对无天如此，简直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智怒，此处乃是紫霄宫，先把心思放在听道之上，等到讲道之后再说。帝江他们这次没来，总算是回到大事之中了。第2次讲道开始。玄邈间见荒。果然如此，仙道是以多法则交织成道，而我巫族是一条道走到黑。法则越基础越强大，但也越难圆满。若大哥彻底掌控空间法则，整个洪荒的空间法则都得听他的。天道如何允许？但只要巫族身死，这些法则权柄就能回归天道，天道自然要算计。三清自有其道，不愿转修，巫族更是连想都不用想。窝子打了这么多，竟没有大鱼上钩，这怎么能行？法则成道何其艰难，我又何必钻牛角尖儿？现成的仙道就在眼前，又有红军圣人讲道，我何苦苦苦挣扎？庶子不足羽毛。尔等2人乃先天阴阳之气化生，如今为我仙道之人，当为天下男仙女仙之首。
多谢红军圣人。红军圣人放心，吾等必将好生修行，以仙道教化洪荒众生，务必让仙道气运昌隆。多谢红军圣人。敢问红军圣人，洪荒天地之中，可是只有仙道才能正道，成为圣人？非也，3000大道皆可成圣，并不拘泥于仙道。也罢，我有一宝，名为造化玉牒，记载着洪荒诸多大道，尔等有缘者自行感悟。肉身之道，可惜残缺的太厉害，再换一个。世界之道，以自身开辟世界，不断完善壮大，这倒是不错，收了。时间已至，第2次讲道结束，3000年后将最后一次讲道，吾将为尔等讲述正道成圣之法。红军圣人为我等讲述仙道，今日更是大公无私，传授3000大道，日后洪荒诸道都将出于圣人，当为诸道之祖。吾等多谢道祖悲悯之心，教化众生。吾等多谢红军道祖。道祖之名原来是这样来的。无需多礼，此乃应有之义。此次讲道结束，3000年后紫霄宫再开。穆公得道祖亲赐，日后执掌洪荒仙道，可喜可贺。诸位道友客气，返回蓬莱后，我准备效仿道祖为众生讲解仙道。诸位若有闲暇，不妨来凑个热闹。自然要去，一定去。哎，金母道友，南仙之手，哼，也不过是一只守门犬而已。先天极品西方素色云界旗，若是能弄到手，凑齐5方旗就好了。是西王母好看，还是女娲好看？难道我说错了？刚才你就一直盯着西王母的背影，人家都没影了，你马上又转头直勾勾盯着女娲。天大的误会啊，姐姐！我是看帝俊往伏羲女娲那边去了。这几个要是凑一块儿，咱们可得防着点儿。真的？那咱们要做什么？去拦住他们？咱们赶紧回不周山。之前跟兄长们商议立足的事，绝不能被别人抢在前头。吴天道友，可有闲暇去我武庄观品尝一下人参果？2位道友，接下来我巫族有一桩大事要办，2位要是有时间，不妨跟我一起去巫族耍耍，正好也做个见证。自无不可，自无不可。鲲鹏道友，我巫族不久后有大事宣告，道友若有闲暇，不妨同去观礼。我就不跟道友一起了，不过待道友说的那一天，我自当前去恭贺。这鲲鹏道友对谁都不假辞色，怪吓人的，唯独对道友态度如此。吴天道友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倒也没什么，上次让座之事，兄长们帮他保住座位，他送来北方玄元控水旗了结因果，一来二去，也算有些交情了。鲲鹏都送了极品灵宝还因果，那咱们欠吴天道友这么大恩情，拿什么还？2位祖屋且慢，还是让我来吧，我赶路可快了。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怪不得你们是好兄弟，2位道友这力量互补，浑然天成。只可惜这修道太难，方才我看西王母似乎很不敢转修仙道啊，出了门里都不理东王公。东王公的选择未必是错，法则成道实在太难，有现成的仙道在眼前，可是走别人的道，终究要受别人桎梏，想想真是心中不甘呐。道友何须苦恼？你手中的地书牵连洪荒大地，其中自有大道。圣人将元神寄托天道，你可以把元神寄托在地书之上了。此乃我从造化玉牒中感悟的世界之道，道友不妨参悟一二，若有所得，日后分享给我一份便是。
也罢，那镇元便厚颜收下了。此成道大恩，镇元暂无法偿还，先记在心中。道友日后若有吩咐，只管开口。我明白了，我找到自己的道了，多谢道友点拨。吴天道友，我呢？道友不妨朝着补全自身法则的路子去想。你已有4项之3，再感悟一番世界之道，凑齐4项，自有机缘。还不行，我再给你出个主意。多谢道友。什么人？咦，13弟，妹妹，没看出来啊，你这家伙平时软绵绵的，竟然能驾驭4项之力，不错不错。祖屋谬赞了。兄长，镇元子、红云2位道友是我请来观礼的。咱们之前说好的，昭告盘古大神立下巫族，还要将不周山纳入12都天神煞大阵之中。将不周山纳入大阵，正好，我在这阵法之道上有些心得，不如我把地书大阵的底细讲讲，让诸位道友参详一二。那就有劳镇元子道友了。哈哈，够爽快！本命灵宝都愿与我巫族分享，以后你们就是我巫族的朋友。有人敢欺负你们，只管报我巫族的名号。多谢祖屋。我这地书大阵便是以洪天地脉走向为脉络，以各大洞天福地为阵眼。若是你们想将不周山纳入12都天神煞大阵，可以参考此处的地脉牵引之法。之前我还在疑惑，你无缘无故的，怎么对这兄弟俩这么好？又是出头，又是送机缘的，原来是早有准备，冲着人家的保命大阵去的。后土姐姐，你这可真是冤枉我了。我一开始只是想搅和红军的算计，打乱他的排位安排啊，但这怎么解释？后土姐姐智慧。哈哈，我知道了。看了这地书大阵，以前阵法里想不通的地方，顿时迎刃而解。帝江道友，可是有什么不妥？以后别喊什么道友了，以后你们就是我们巫族的兄弟。镇元子老弟，红云老弟，啊，帝江兄弟，吴天老弟。谁说祖屋们没脑子？帝江兄长这不是挺会来事的吗？一声兄弟，直接把这俩老好人拿捏得死死的。既然都是自家兄弟，我也不瞒着，我们正要商量修改12都天神煞大阵以及巫族立足的大事。吴天老弟，这巫族内部的事，我们俩就不参与了。对对，我们先去修行。也罢，不周山上正好有一处绝佳的修行之地，我这便带2位老哥去。那地方确实适合2位。这地方似乎没什么特殊的。刑天见过祖屋大人。祖屋不是12祖屋吗？吴天老弟，你不装了，摊牌了，我就是巫族第13祖屋。刑天辛苦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遵祖屋大人之命，祖屋大人若还有吩咐，只管唤刑天便是。就冲刑天这看守葫芦藤的功劳，以后也绝不能让他变成被砍头的没头脑。镇元老哥，红云老哥，请。先天灵根竟然同时具备先天阴阳5行之气，这怎么可能？老弟，这灵根气息与你交融，显然以认你为主，你这运气真是羡煞旁人呐！哈哈，镇元子老哥过奖了。哎，这先天葫芦藤的确厉害，但是老弟你要注意，天道之下怎么可能容许如此完美之物存在？怕是将来必有劫难，若是渡不过……多谢镇元老哥提醒，我自然知晓如此神物天地难容，但既然他认我为主，我自当护他周全。想伤这葫芦藤，先问问我们巫族答不答应？吴天老弟，我收回刚才的话，非是老弟幸运得此灵根，而是这先天葫芦藤幸运能遇到你呀！老哥谬赞了，老哥对先天灵根最为了解，接下来还要麻烦你帮忙看看，可有办法让这葫芦藤更快更好的成长？自当尽力。吴天，有你的！
我之前还纳闷你怎么突然在紫霄宫给镇元子红云出头，原来是为了套近乎，让他们帮咱们改阵法呀！兄长，我真不是为了……没关系，都是为咱们巫族好。而且这2位兄弟人品确实不错。就是，以后在洪荒有我们巫族撑腰，他们横着走都没人敢管。你们是不知道老实人发飙有多恐怖。镇元子可是有地书在手，真要逼急了，那可是敢拉着所有人同归于尽。好了。有了地书大阵借鉴，都天神煞大阵的改动已经有了眉目。吴天，你看咱们什么时候改阵立足？等昭告父神立下巫族的时候吧。那时说不定能唤醒父神残留在不周山的意志，帮我们完善大阵。好，诸位兄长，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想和大家商量。你这家伙有什么想法只管说，我们还能不信你？我等为盘古父神血裔，先天掌控法则，接下来的亮劫，巫族必定大兴，因为我们要清扫洪荒天地的煞气。可煞气终有稀薄之时，到那时，洪荒还需要我们吗？怎么可能嘛！我们是父神血裔，这方天地都是父神开辟的，怎么可能容不下我？住嘴！吴天的担忧绝不是空穴来风，难道巫族未来真有大劫？等我突破混元金仙，定要与大哥联手探查时间长河。好，吴天，我们信你，都按你说的办，还不抓紧时间，赶紧去准备立足大典。大道在上，盘古父神在上，洪荒天地见之，天道见证。今有盘古父神血裔，欲继承父神遗志。大道在上，巫族竟然越过天道，直接昭告大道，连红军道祖都没提，这巫族简直狂妄到了极点。今日感念天道不全，我等愿运转法则，完善洪荒天地，以守护不周山、治理洪荒为己任。故此今日立下巫族，以盘古殿、鸿蒙亮天尺，镇压气运，巫族立。诸位兄长姐姐，全力运转大阵，勾连不周山，召唤盘古真身。盘古真身！奇怪，怎么这次召唤盘古真身这么轻松，毫无反噬之感？吴天，你的法子这人呢？兄长。我在这儿，好浩大的意志，这是盘古大神残留在天地间的意志。那是盘古玉髓，有了它，巫族底蕴将深不可测。那是大道垂青，大道功德。每一滴血都化作了一方印记空间，这就是真正的滴血重生。大罗金仙巅峰，稳了，这下彻底稳了。竟然连吾都无法窥探那阵法中心的变故。吾乃空间之神帝江，掌控空间法则，
当运转法则，维护洪荒天地。吾乃冰雪之神玄冥，吾乃中央土神后土。天道的力量在增强，但这些法则权柄竟然完全脱离了天道的控制。巫族好深的算计！祖这是要强抢天道权柄啊！可惜，不是大道功德。有天道功德就不错了，还想要大道功德，你倒是想得美。就这，咱们还得感谢吴天老弟相邀，让咱们沾光呢。我就是感叹一下，鲲鹏连北方玄元控水旗都舍得送，我还欠下偌大因果，不知道怎么还。这下又搞了一份天道功德。吴天真有你的！咱们果然得了父神祝福，连大道都出现，哈哈！以后你再说什么，哥哥我一定听。还有一件喜事，此番巫族气运大盛，在这气运加持之下，我已然有突破홍元金仙的契机，估计要不了多久，我就能突破。我也是。当真？那可是大喜事，我还差一点，就差一点点。吴天道友，恭喜立足，在下便先告辞了。总觉得被抢先了一样。不行，咱们也要抓紧了，必须在第3次讲道之前立下妖祖。接下来就是第3次讲道，道祖将要讲解如何成圣、正道混元之法。若是我等能借着立足气运成就准圣，说不定就能有更多的感悟。兄长放心，咱们妖族本就是洪荒万丛的机缘，我等庇护他们，为他们开辟妖道，他们感谢还来不及呢。怎么会不愿意加入？要是有不识相的，先问问我的混沌钟答不答应。太医道友，咱们聚万族为妖，庇护教导本是功德之事，还望道友出手慎重。真不愿意就算了，若是强行镇压，难免会惹上因果。伏羲道友所言甚是。太医，咱们要找的是志同道合之人，不是被你武力镇压的奴隶。我知道了，兄长。你说要是立足的时候，也如巫族一样昭告大道，你说咱们能不能也得大道垂青，得赐大道功德？你以为你是祖巫啊？你也能召唤盘古真身？大哥，你说咱们有没有机会也得一份大道功德？别想了，大道是因为盘古才出现，咱们如何召唤盘古？别想那么多。如今天道出世，红军道祖更是正道圣人，天道越发圆满。在这洪荒天地之中，最终还是天道治世。我等还是好好修行，等第3次讲道之后，正道圣人，如此才是正途。是。咦，那个吴天呢？立足之事如此重要，这家伙竟然没出现。此次先讲到这里，待吾紫霄宫听道结束之后，再为尔等讲解金仙之上的修行之法。多谢东皇宫传道教化之恩。连大道都能引出，我手上的功德瞬间不香了，我是不是该效仿一下，聚集众多仙道修行之人，立个仙庭？巫族以妖兽为血食，现在还没事，可等帝俊成立妖族之后，肯定会为他们出头。巫妖两族的矛盾难以避免，难道让巫族圈养妖兽搞畜牧业？这群5大3粗的家伙怎么干得了？得想个办法。吴天老弟，这次又承你的人情，得了些天道功德，老哥我实在是羞愧啊。老哥，这是哪里的话？太客气了。之前我和红云在先天葫芦藤周围修行，你不是说让我提建议吗？让先天葫芦藤更快成熟的法子没有？但是我却有一个想法，这先天葫芦藤身具先天阴阳5行之气，实在难得。你有没有想过让先天阴阳5行合一？你是说先天阴阳5行合一，搞出一个混沌葫芦？这不是葫芦小金刚吗？非也，这7个葫芦各具奇妙，若是就这么消失，难免可惜。若是能将再次催生出一朵花，再结一个果呢？那不就是两全其美？这能行吗？葫芦数量为7，这不是天道定数吗？哈哈，此话要是其他人说，自然不一定能行。但是你忘了我镇元老哥的身份，他说行，
那就一定行。试试呗。大哥、二哥，我要去一趟先天葫芦藤那里。自是无妨，我与你二哥也准备闭关修行，以期能突破到混元金仙境界。等我们实力更强，谁敢欺负你，我们就直接打上门去。大哥，之前那西方剑引准提，咱们还没找他算账呢，之前的事就这么算了？自然不会这么算了。闭关结束，咱们就去西方世界玩玩。祖屋们这么记仇，恶人还需恶人磨啊！我总觉得心里发慌，巫族该不会来找麻烦吧？不慌，咱们小心行事就行。之前的事说起来，那也是他巫族欺负咱们兄弟二人，要不是他们，咱们紫霄宫的座位也不会丢。咱们还是躲着点他们吧。如今他们立下巫族，有盘古赐福，大道垂青，正是气势汹涌的时候。西方本就贫乏，咱们俩又势单力薄，招惹他们实在不智。唉，天帝对咱们兄弟二人何其薄也！不说跟三清祖屋那样的福缘，就连咱们出世的西方世界，都在道魔大战中破碎。咦，兄长，你说道祖会不会补偿我们？他与罗侯大战，将西方地脉都打碎，总不能就此不管吧？妹子，照旧。多谢兄长好意。不过刚才立足的时候有大道功德加持，元神圆满，无需天道功德防护，亦是能不惧自身煞气消磨。兄长还是自己留着吧。我又不修元神，要这天道功德也没用啊。要不你给玄冥？老弟，你准备给谁呀？都给我们俩了，你自己怎么办？有这件功德大宝，还用担心？好了，就这样吧。镇元老哥，接下来怎么做？怎么才能催生出新的花骨朵，长出合一的葫芦？不急，先等我施法一番。啊！镇元老哥竟然这么拼，简直是下血本啊！吴天老弟，现在该你出手了。先天葫芦藤已经认你为主，你直接以神魂之力引导灵根之中的先天阴阳五行之力，想办法将其融合。好，七道法则互不干涉，怎么才能融合？原来如此，怎么可能？法则融合这么简单吗？我来补。不好，7个葫芦为天道定数，此番新生一个，乃是打破定数之举，怕是天道要降下惩罚。吴天老弟，这样下去怕是不行啊！此时只是花开，还能遮掩一二，若是等到混沌葫芦出现，怕是天道要强行索查。还能这样？巫族又干什么了？天道至古，终究是不能随心所欲。总算是搞定。多谢镇元老哥，要不然怎么可能打破定数，成就混沌葫芦？哎，吴天老弟言重了，我也只是出了点蛮力而已。混沌葫芦能成，真正还是靠你自己。吴天老弟，如今混沌葫芦已成，距离下次讲道还有点时间。离家太久，我准备返回武装观看看。行，多的话我也不说了，以后定有回报。千万别，我可是好不容易才还点因果。吴天老弟，先天葫芦藤这等宝物一直放在此处，是不是不太好？咱们想想办法，将其转移到你们巫族。是啊，是啊。先天葫芦藤虽然已经认你为主，但是要是被其他修行者发现，到时候少不了纠纷。哈哈，多谢两位好意，两位老哥就放心吧。在这洪荒天地，难道还有人不长眼，敢抢我巫族的东西？
果然，虽然成了巫族，但是灵魂里种地的爱好还是难以抹灭啊，还是藏起来好。这混沌葫芦是可以作为底牌的存在，即便我想以这先天葫芦钓鱼执法，但还是不想让其他人看到。血池暴涨了，看来是因为盘古玉髓的缘故。不仅仅补充了血池的力量，这其中蕴含的生机似乎是可以延续的。得大道功德之后，我生出一个滴血重生的神通。既然如此，那不得提前藏点精血？第二滴金血搞定，第三滴金血的我，还是按照计划去找后土姐姐吧。放在后土姐姐那里，将来开辟地府就变成藏在轮回里面，也保险了。你总算舍得回来了。你不是很看重紫霄宫讲道吗？没多久时间，咱们就要出发了。这段时间你就别到处跑了。接下来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后土部落陪着姐姐。没事，你会来找我。说吧，有什么事要我做？后土姐姐，这是什么话？没事就不能和你多待待吗？这后土部落可也是我的部落，的确是有一件要事。整个巫族，我可是最相信后土姐姐的，所以才想请后土姐姐帮忙。真的？后土姐姐，你怎么坑人啊？还有玄冥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，还隐藏气息？得罪了后土，他会包容自己；得罪了玄冥，他可是真的会揍人。玄冥姐姐，你来的正好。我原本请后土姐姐出手之后，就再去找你帮忙呢。这下倒是省了我的功夫。是这样的，之前立足之时，我觉醒了另外一项神通，只要能有精血留存，就算是身死也能重生。真的？咱们巫族身死，可是彻底回归天地。若是大家能学会这门神通，你也知道我的情况不同，就算是我想将这神通交给他们，也交不了啊。唉，我知道，精血藏在我这里，你就放心吧。我出事都不会让你的精血出事。玄冥姐姐，你还真是宠着他呀。这帝君也太不要脸，竟然学我们要立妖族，还有脸请我们去观礼，简直岂有此理！我就知道你们都在这儿。诶，小老弟，你怎么一副被掏空的样子？这不太行啊！早说哥哥我就去给你搞点祖龙。整天就会胡说八道，大哥揍了他这么多回，竟然还死性不改。对对对，玄冥妹子打得好，这家伙最是口无遮拦。先说正事，老弟，伏羲送来请柬，他跟帝俊欲立妖族，你怎么看？伏羲呢？送完请柬就走了。这伏羲倒是挺客气的，可是老弟，帝俊他们立的这什么妖族，摆明了要跟我们作对啊！咱们族中儿郎以妖兽为血食，妖族却将他们纳入族中，给他们撑妖。我说什么了？就这么对我？我就知道，咱们兄弟里面就你最坏，就这么喜欢看我笑话。哼，你不敢惹玄冥妹子，所以找我来撒气了。你以为你就能打得过我？好了，不是要来商量正事吗？你们俩要是再闹，那就出去。回头我定要将此事告诉大哥，让你们在他面前好好较量一下。你还是赶紧说吧，帝俊等人立妖族的事情，咱们到底要如何应对？要我说，咱们直接把这妖族成立的事情搅和了。我看他们就是想跟咱们巫族对着干。老弟，你只要发话，兄弟们都跟着你冲。你就闭嘴吧。问你了吗？要我说，他们既然邀请咱们，那咱们就去，总不能让别人说咱们巫族没礼数吧？至于说妖族会怎样，帝俊他们有什么打算？难道兄长们会怕了他们？这不就得了？任他们有万般算计，咱们不动如山，
真要是对咱们巫族不利，到时候再雷霆一击。不过大哥二哥现在正在闭关修行，若是都去了，就差他们2个，难免会引人猜测。这样吧，咱们去7个人，我、玄冥姐姐、后土姐姐，这已经3个，还有4个。祝融兄长，你就别去了，留下来看家吧。老弟，你这是打击报复，至于这样？亏我还想着帮你，准备弄点祖龙精血给你补补身子呢。你可拉倒吧！就你这嘴巴，去了不打起来才怪！当然不能让你去。共工兄长也在家守着。祝融兄长，你说的祖龙精血哪里搞？祖龙都已经归于天地之间，真灵化作地脉之灵，身躯化作黄河。你说的我自然知道，祖龙虽死，但是龙族还在啊！我就不信这老东西不给龙族留一点。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，龙族若是不交出来，看我不把他们的四海煮沸！要不算了吧？你就别管了。算了，苦一苦龙族吧。要是能搞一节扶桑树的枝丫就好了，到时候也能尝试一下，能不能栽种成功。镇元老哥，我就说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吧？你看吴天老弟这不是来了吗？还真来了。你好生坐着，伏羲道友，巫族前来观礼，可否前去相迎一下？也省得别人说咱们没有礼数。诸位道友前来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几位道友既然邀请，我巫族也不是不懂礼数，自然要前来观礼。道友不用客气，还是赶紧去忙活自己的，莫要误了时辰。巫族还是有好人的嘛。大道在上，天道见之，洪荒天地见之。今有帝俊、太医、伏羲女娲，感念洪荒万族之苦。靠，什么情况？就凭你们也想碰瓷大道？哼，竟然没有道祖在上，红军也没啥反应，看来习惯了。不过你们毕竟不是巫族啊，故此今日欲统合万族，立下妖族，以平息洪荒万族纷争。洪荒万族之中有灵者皆可为妖，愿开妖道，为妖族教化，以河洛书混沌中镇压妖族气运。我帝俊为妖皇，吴太医为妖族东皇，吴伏羲为妖族西皇，吴女娲为妖族蛙皇。妖族立！果然，天庭要出事。天庭33重天，妖族成立，天庭现世，天命所归。我帝俊果然是天命所归。多谢诸位道友今日前来观礼，帝俊感激不尽。稍后我欲设宴款待众人，请诸位随我回殿，坐而论道，欢庆一番。道祖第3次讲道在即，我等还是先回去准备一番，以后有机会再来与道友论道。这妖族口气还真大，有灵者皆可为妖。我看他这是想要将洪荒万族一网打尽啊！之前祝融说的没错，这帝君果然不怀好意。老弟，咱们也回去还是怎地？帝族宏愿嘛，自然是怎么大怎么来，要不然怎么让天道认可呢？几位兄长，待会儿你们可别闹事，我还想问帝君谈点事情呢。哼，金母道友且慢，今日见妖族成立，难道道友就没什么想法吗？我等2人若是联手立下仙庭，到时候亦是有无边气运、海量功德，修为亦是能更进一步。咱们可是有着道祖赐下的天道业位在身，
立下仙庭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？这等好事，道友到底还有什么疑虑？立仙庭，道友难道是想要跟巫妖争锋，重演龙汉大劫之时三族争锋的往事吗？怎么会？我等安心为道祖弘扬仙道，传播教化，如何会跟巫妖起冲突？就算是仙庭立下，他们也得给道祖面子吧？志大才疏的蠢货！你看巫妖两族昭告天地的时候，可曾请道祖见证？节气一起，又是你说不争就不争的。我无意仙庭之事，我还有事与无天道友相商，告辞。你只要不怕巫族，你就追来了。咦，西王母怎么过来了？还有东王公，这眼神怎么回事？像是我抢了他老婆一样。算了算了，不是说了吗？咱们这次出门不打架。好，听你的，暂且放他一马。这东王公什么东西，也敢跟我无天老弟争？你不要过来啊！靠，西王母误我啊！咱们素未相识，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？这不是害我吗？无天，之前你就在紫霄宫中盯着人家，现在人家来了，还不赶紧上去迎一下？这应该是反话吧？后土姐姐啊，说好的厚德载物呢？镇元老哥，怎么了？不是说去跟无天老弟招呼一声吗？自然是去，但是你也不看看现在情形，这个时候去做甚？等一会儿，等无天老弟那边安宁些再说。见过诸位道友。金母道友，你这就不太地道吧？敢拿我当挡箭牌？东王公怕是现在已经恨上我了，给我巫族平添因果，你要怎么解释？道友恕罪，我这也是被纠缠的没办法。之前见道友在紫霄宫中无私帮助红云，情急之下才斗胆借巫族的威风一用。我凭什么帮你？帮你也不是不行，就凭东王公，我巫族不带怕的。不过平白沾染了这么大的因果，道友总要补偿一点吧？不如就拿西方素色云界旗，此宝乃是道祖所赐，不敢随便与人，还望道友见谅。这小子怎么就不开窍？人家寻过来就想着要人家的宝贝，白炼化那么多祖龙精血了。动手，时间不多了。我知道，这点因果远远不足以让道友交出西方素色云界旗。不过我要是能帮你彻底解决烦恼呢？你不如这样，你把西方素色云界旗送给我，我帮你弄死东王公，此后一了百了，你再也不用烦恼，如何？他可是道祖亲封的天下男仙之首啊！那又如何？不行，我虽然厌恶东王公，但是并无斩杀了他的心思。而且若是我将西方素色云界旗给你，转瞬东王公就身死，那我又岂能脱得干系？道友此言差矣，你与东王公分别是先天阴阳之气化生，要不然紫霄宫里你也不会被东王公影响，又被红军赐予天下男女仙之首的业位，你们彼此之间因果纠缠极深，东王公不死，你如何能得逍遥？别的不说，东王公若是要立仙庭，你能阻挡得了？若是不能，你能独善其身？到时候便是我巫族不找你麻烦，怕是妖族也不会放过你们吧？仙庭？你怎么知道东皇宫要立仙庭？事不密则不成，这个东皇宫简直是不堪大用，太让人失望了。不如这样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仙庭之事你就直接答应下来，但其他的一概不管，只管在西昆仑好生修行，如此我保你无恙。等到东王公身死之后，你再将西方素色云界旗给我，这样总不会有人怀疑你吧？对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总得先给点好处吧？我对先天人水蟠桃树很好奇，可否先给我一节枝丫？你要这做甚？我想试试能不能栽植，若能繁衍出后天蟠桃，给我巫族儿郎们尝尝也挺好。此事简单，正好我手中还有些许果子，给道友品尝一下，也算是感激方才道友相助之恩。行，定金收到。放心，东王公死定了。啊！什么定金？我何时答应你了？不对，我没想弄死东王公啊！
巫族不会真的出手吧？还有，他在巫族到底什么身份？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你们可别乱插手啊！东王宫自有人收拾，他死定了，用不着咱们巫族费那力气，咱们坐等收宝就行。还能这样？那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？吴天，你真厉害，果然脑子好使。吴天老弟，刚才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问西王母道友讨要一只先天人水蟠桃的树枝，我准备拿回巫族，让儿郎们栽种一下。还真给你了。哎，吴天老弟，你是不是觉得一节枝丫没什么？但这节枝丫上却带着先天蟠桃树的灵机，有先天人水的法则之力。这么说吧，祖巫精血之中蕴含祖巫的法则之力，巫族可是会让祖巫精血流落在外人手中，自是不行。这不就得了？他能给你，可见你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啊！靠，还真差点让西王母给骗了，怕是就连刚才纠结委屈的模样，都是西王母故意装出来的。祖道之仇，他能不恨死东王公？果然，越是漂亮的女人，越是会骗人。哈哈哈哈！这一点我倒是没想到。哎，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就有点麻烦了。我还想着再去跟帝俊开口，要一只扶桑树的灵芝呢。那怕是有点难。扶桑树又不能结果，你要这干嘛？哈哈，这不是对先天灵根好奇吗？有机会自然想见识一下，收集一下。我还是想试试，万一帝俊给了呢？扶桑树就算了，毕竟你和帝俊没什么交情。你想要先天灵根，倒是不如把这个拿上吧。不过说好了，这枝芽可长不出人参果啊。多谢。哎，这个镇元子啊，果然老好人。我还是想试试，万一帝君给了呢？两位老哥，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们去见帝俊，去就来。后主姐姐，一会儿你出面，就这么跟他说，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我你还不信？兄长，这巫族怎么冲我们来了？无妨，且看看他们到底要做什么。见过诸位道友，之前事务繁杂，没能亲自前来招呼几位祖巫，实在抱歉。祖巫们能前来观礼，帝俊感激不尽。妖皇客气了，本来就是我们来的比较晚。再说，不是有西皇前来招呼我们吗？诸位不如随我入黄金宫殿歇息一番。不瞒妖皇，我等也是先前没招呼一声，所以来跟诸位见一面。接下来就要返回巫族了。我见妖皇身上隐隐有星辰之力，可是要炼化周天星斗，以周天星斗为阵。若是如此，倒是一桩好事。妖族能有繁衍之地，妖皇也能聚周天星斗之力于一身。后土祖巫如何知晓？我正有这打算，欲炼制周天星斗大阵。吴天说的不行啊，本来打算指点他让他欠人情，没想到他早有主意，这下岂不是白嫖不成了？本来不知，只是见妖皇有感而发，没想到妖皇早有主意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还有个小小的建议，不知妖皇可否愿意听？哦，后土祖巫，但说无妨。我巫族肩负着消弭天地间煞气的职责，有莫大的功德。妖皇若是能以周天星斗大阵炼化混沌之气，增加天地间灵气充沛程度，补全消耗，自当有大功于洪荒天地。作为父神的血裔，能有人帮忙打理这方天地，让洪荒天地越发的兴盛，我等也是乐见其成。真把洪荒当成自家的遗产了，所以给我出主意。不过好像还真行，不仅能有海量功德气运，还能挥洒星辰之力，灌溉洪荒生民，打上妖族烙印。这个人情算是欠大了。啊！不是要空手套白狼吗？怎么真给妖族出主意了？回头跟你们说。咦，这么看我做甚？难道是发现什么不妥？以后造人的功德，我手握九天息壤和葫芦藤，说什么也要分润，绝对不能让人族跟原本一样悲惨。多谢祖巫指点，
此番恩情我记下了，以后定当好好回报。妖皇客气了。说起来还有一事，我想跟妖皇求一只扶桑树上的灵芝，不知可否？兄长，这如何能行？扶桑树可是……相比于祖屋点拨之情，一截扶桑树枝又算什么？你速速回去取。诸位稍等。后土祖屋请收下。如今妖族新立，很多人觉得巫妖对立，但是我觉得这洪荒足够宽广。如今妖皇又得天庭，还有洪荒星空，足够两族和平共处。后土祖屋说的是，我亦是如此期望。哼，和平共处，那先让你们巫族不要再以妖族为血食啊！怎么可能？还真让你拿到了！吴天老弟，你快说说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怎么让帝俊心甘情愿把扶桑灵芝给你？这有什么难的？我教你们一招，若是你要跟别人提出请求之前，不妨先帮他一个小忙，或者让他欠个人情，这样再开口的话，他就不好意思拒绝。当然，得对方要脸，要是根本不在乎颜面什么的，那这招就不管用了。老弟，你怎么还真给妖族出主意？我看帝俊如此惊喜，此法怕是真的很有用吧？帝俊若是照此来做，还真是会有海量的功德气运，也怪不得他愿意将扶桑树枝给你了。兄长，你们想啊，这洪荒天地乃是父神所创，帝俊若是真的能让洪荒更加兴盛完善，对咱们也是一件好事。还有一点，若是帝君的周天星斗大阵将侧重点放在炼化混沌之气上，是不是功法方面的威力就更小了？原来如此，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。我叫吴天，意外穿越成原本不存在的第13祖屋。等等，我成了巫族！为逆转巫族覆灭宿命，值了！化身腹黑点子王，在我的运筹帷幄下，巫族一改莽夫作风，强行碰瓷大道，强势立足，狂揽无量功德，硬生生把天道算计，撕出个口子。如今妖族立足大典在即，洪荒风暴再起，且看我点子王如何空手套白狼。继续颠覆洪荒！兄长，你怎么还真给了？你真的相信巫妖能和平共处？此前我去收拢万族，若非巫族压迫，怎么会这么简单成功？不管怎样，这次的确是成了后土巫族的情。我前脚说要回报人家，总不能后脚就不认账吧？至于你说的这一点，至少现在，咱们还是要保持跟巫族之间的平和，尽量不要跟巫族起冲突。先别想那么多，如今妖族气运加持，咱们要趁着这个机会赶紧提升才是。还有，接下来没多久就是第3次讲道呢，正道还原，成就圣人，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。走，咱们去天庭。太一，你将收拢的妖族安置在天庭33重天。妖皇道友，我兄妹2人准备先返回修行一番，好生消化此立足所得，为接下来的讲道做准备。也好，辛苦2位道友了。妹妹，你方才怎么了？我见你总是盯着那巫族吴天，一副神不守舍的模样。我也不知道，总觉得这吴天身上有什么契机，引得我神魂涌动，好似有什么机缘在他身上一样。可他一个巫族，我跟他能有什么关系？或许这吴天身上有什么法宝跟你有缘。不急，等第3次讲道之后，咱们再找他一探究竟。兄长，你可别乱来，祖屋们都十分护短，尤其是对这吴天。之前接引准提还没说2句，祖屋们就要跟他们打起来。放心吧，你兄长什么性格你还不知道。而且我觉得这吴天并不难接触，他能跟镇元子、红云2人成为朋友，想必性格也不会恶劣。先不想这些，咱们还是抓紧时间消化所得。接下来的第3次讲道极为关键，若是有大机缘，为兄便是豁出命也要为你保住。吴天真的那么好说话吗？老弟，部落还有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先别走啊，先天蟠桃我还没分呢，
怎么着也得见者有份吧？算了，这玩意儿对我们也没什么太大作用。再说你给我们，难道不给其他兄弟？你还是自己由着吧。既然如此，咱们一人分一个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镇元老哥，我不得不说，这先天蟠桃的灵气或许不如人参果，但是滋味却远远胜之啊。对了，你不是摘了人参果吗？还不赶紧拿出来！你这家伙都吃了我不知道多少人参果，现在说滋味不行，有本事你都给我吐出来！吴天老弟，我这人参果不比先天蟠桃，数量稀少，咱们就先一人一个尝个鲜，等下一轮成熟，再请老弟去武装观品尝。镇元老哥客气了，到时候一定要往武装观去一趟，跟老哥坐而论道。这先天染水之意直奔肾脏，精气勃发，分明不分高下。红云这家伙就是人参果吃腻了，这先天戊土气息，戊土气息直入脾脏，九转元功运转，肉身力量越发磅礴。人参果名不虚传，果然玄妙非常。吴天老弟谬赞了，这先天灵果固然很好，但是对于我们这等境界的修行者来说，聊胜于无，也就品尝一番滋味而已。之前你们做事用心，我也没什么好给的，便给你们一人一颗先天蟠桃吧。一枚蟠桃不足以酬功，待将来我手里宽敞了，再行奖赏。祖屋大人，这是哪里话？为祖屋大人效力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我等高兴还来不及，哪好意思拿这个？拿着。咱们巫族何时这么扭捏了？等你们吃完蟠桃，桃核可以尝试种下，看看能不能长出桃树。若是能种出桃树，虽是后天蟠桃，但其他二郎们也能品尝一番。夸父，这事就交给你来。祖屋大人放心，要是种不出桃子，夸父提头来见。还好没找刑天来干这活。行了行了，就是种个桃核而已，怎么搞得这么严重？还提头来见，至于吗？赶紧回去吧。之前你要先天人水蟠桃的灵芝，我还以为你要以它来培育栽种呢。双管齐下吗？吴天老弟，你准备在何处栽种？原来如此，以先天灵根之力壮大五脏六腑，可是各自的法则不同，你丹田那新开辟的天地还不完善，这能行吗？试试嘛。有先天葫芦藤，自然是先天阴阳五行之力流转，这三种灵根所需的力量自然不缺，说不定还有其他变化，能促进混沌葫芦成熟也未可知。怎么回事？混沌葫芦竟然排斥他们落下，这么霸道的吗？咦，混沌葫芦在引导他们，蟠桃灵芝去了肾脏，肾脏力量增强了。人参果乃是戊土之精，跟脾脏相合，而扶桑树则是壮大心火，而且他们还能从虚空中汲取法则之力，完善自身多余的力量，又反向落入丹田，被混沌葫芦吞噬了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还缺了先天金型属性以及先天木型属性的灵根，如此才能让五脏圆满。金型灵根是准提手中的菩提树，木型灵根是东王公手中的通天剑木。看来到时候不仅要夺准提的青莲宝色旗，还得顺便抢一截菩提枝。等东王公被妖族弄死的时候，我再带着12个祖屋部下都天神煞大阵去抢通天剑木，嘿嘿。吴天老弟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以这五行灵根壮大五脏，将先天灵根之能练为自身神通。还能这样？或许这样更适合吴天老弟吧。你身为巫族，肉身为根本，这便是吴天老弟的修行之道。不过，其他2种五行属性的先天灵根，怕是没那么容易拿到吧？老哥是说，另外2种分别在准提东王公手中。这2人每一个都跟老弟有纷争，其中跟准提的矛盾，还是因为我和红云才发生。怕什么？我们巫族想要的东西，没有拿不到的。交出祖龙精血！祝融祖屋融饼，我们真没祖龙精血呀！
我等若是有祖龙大人的精血，早就自己炼化了，还能是现在这样的实力吗？对啊，当初祖龙大人对天地誓愿，直接身躯化为天地一部分，根本都没机会为龙族留下精血。我不信！我好声好气的跟你们商量，你们别给脸不要脸，再不拿出祖龙精血，那可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。再不老实，我就抓点龙族自己炼了。哎，怎么就惹上巫族了？明明没有祖龙精血，可这祝融祖巫根本不听我们解释啊！祝融祖巫见谅，这些小家伙们什么都不知道，龙族仅剩的祖龙精血在我这里，便都给祝融祖巫吧，还望祝融祖巫大量，能放过龙族一次。见不得人的家伙，龙族巫见谅，我身受天道之力桎梏，身受重伤，实在是无法出来跟祖巫见面，否则定要当面告罪。我就说有祖龙精血吧，果然没错。哼，就凭你们还想骗我？咦，龙族这般狡猾，会不会还有？祝融祖巫，我敢对盘古大神发誓，龙族真的没有藏私，现在是一滴祖龙精血都没有了。敢对父神发誓，看来是真没了。哈哈，老弟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？行动力这么强吗？我也就是去妖族关里晃悠了一圈，祝融就取回来了。玄冥姐姐他们之前抢了3滴，祝融又抢3滴，合着就带着祖龙一个人好。怎么样，哥哥说话算话吧？说给你搞点祖龙精血补补身子，就一定会给你搞来。多谢兄长。祝融，你还真得手了，你怎么拿到的？这祖龙精血对于龙族来说必然是十分重要，他们会心甘情愿的给你。自然没那么简单。我去的时候，东海来了几条小龙，怎么问都说没有祖龙精血，这能骗得了我？我当时就跟他们说了，要么交出祖龙精血，要么我抓点龙族自己提炼。被我这么一下，龙族果然就交出来了。龙族果然不老实啊，我都差点就被他们骗了。祝融，你可以啊，现在长脑子了。那是自然，若是共工前去，怕是3两下就让龙族忽悠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才被忽悠！要是龙族不交，祝融恐怕真能拿几万条龙提炼精血。这般霸道，咱们跟巫族做兄弟，也不知是福是祸。就这些，龙族这么不老实，你就没教训他们一下？这也不像你的性格啊。自然不止这样，我倒是探查了一下深海里的那个老家伙，一股腐朽的气息。看着像是业力加深、命不久矣的模样，再加上他都对着父神发誓，我又着急回来，怕老弟已经出发去讲道，所以就没跟他计较。老哥，龙族的高端战力还有活下来的？正常，龙族在大劫之后能留下这么多族人，还占据4海，有些底蕴。不过当初祖龙身边高手很多，到底是烛龙还是苍龙，那就不清楚了。这次多谢兄长了。不过龙族的情况比较复杂。他们身上业力太过厚重，但是又因为祖龙的现身留下一份气运，还是别去招惹他们了。行，都听你的。龙族除了那个快要腐朽、几乎身死的老家伙，我看其他的族人都不怎么样，也没什么好招惹的，那就放过龙族吧。原来龙族就这个实力，怪不得你能拿回祖龙精血。有本事你再去搞几滴元凤精血，再搞几滴史麒麟的精血呀！有本事你去啊！你能找到史麒麟，我才服了你。这不是还有元凤吗？找不到史麒麟，你还找不到不死火山，正好你还是火之祖巫。你真当我傻呀？万一真把不死火山弄喷发了，乱了洪荒天地，大哥二哥不得锤死我？哼，祝融兄长，你竟然知道考虑得失了。要是大哥二哥闭关出来，怕是也要夸赞你一句。你可悠着点吧，都快把祝融吊成翘嘴了。再这么下去，万一祝融当真了怎么办？祝融兄长，你最近行事的确有很多的进步，但是你的性子太过急躁了，若是能改一改就更好了。妹子，你不用说，哥哥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撩拨祝融了，我也没真想让他去不死火山，这不是说到这儿了吗？兄长知道就好，咱们和睦相处多好。
干嘛整天吵来吵去？后土姐姐厉害啊，能让共工自己认错，大哥二哥可做不到。唉，如此看来，史麒麟元凤的精血一时半会儿不用想了，继续谋划先天五行旗和先天灵根吧。你是说，祝融拿走了祖龙精血？兄长，如此看来，这龙族还是有不少好东西。我要不要也去一趟，取一些？祖龙精血，龙族未必还有，不过龙族当初纵横洪荒那么久，底蕴深厚，其他的宝藏亦是不少。咱们妖族新立，正好需要这些。何须你亲自前去，派个妖神前去就行。龙族还敢忤逆不成？如此更好。巫族需要一个祖巫前去才能做到的事情，咱们妖族只需要一个妖神前往就行。如此岂不是说明咱妖族的威势？太医，收敛一些。妖族新立，实力还无法跟巫族对抗，莫要早早惹来因果。明白？我这就去找妖神去办。唉，我等身负天道业力，还有群敌觊觎，再这样下去，龙族怕是要越发衰落。我等到底要怎么办啊？走，去深海见见老祖宗，寻求他的帮助。怎么又回来了？吾乃妖族毕方，奉东皇之命前来。废话不多说了，如今我妖族新立，众多妖族将士正缺少趁手的兵器灵宝，还望龙族能援手一二。龙族向巫族奉上祖龙精血，我妖族也不要祖龙精血，只有这点简单要求，龙族不会这点面子都不给吧？妖族又来，祖龙大人在上，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对了，龙族在线上49条真龙，带回去给妖皇帝俊拉车。老祖宗，龙族到底该怎么办啊？共工和祝融天生相冲，以后共工一头撞倒不周山，惹下无尽业力。如今不周山纳入12都天神煞大阵，虽有改变，但终究不保险。有什么办法能避免呢？吴天老弟，这是怎么了？是好事。方才盘古殿之中气息涌动，看来是大哥二哥已经突破，结束闭关了。走，咱们一起去看看。这有什么？你们又不是没有去过盘古殿，之前不是已经说过，你们也是我巫族的兄弟，何须这般见外？好了，老哥，快走吧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真的突破了！不错，我跟你们二哥已然突破到混元金仙境界，以自身法则成道，等到此道圆满，便能正道混元。上杠子！太好了，如此一来，我巫族更强了。丹法则成道何其艰难，看来吴天才是我们巫族真正的希望。12种法则齐聚，才是真正的父神传承。老弟，我看你肉身元神差不多都已经到大罗金仙巅峰，对于如何突破混元金仙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暂时不急，我总觉得自己的肉身力量还能不断的挖掘，若是贸然突破，未必是好事。将来若是后悔，想要重新夯实基础，都没这个机会了。吴天他还缺2种灵根，等将这2种灵根补全，肉身力量自然能再次增长，届时再突破不迟。先天金型灵根在准提手中，先天木型灵根在东王公手中。这东王公什么东西，敢跟我巫族抢女人？兄长别急啊，眼下就要到第3次讲道的时间了，说不定这东王公早往混沌之中去了。若是去蓬莱找不到，岂不是扑了个空？再说了，怎么就抢女人了？大哥，那是老弟空手套白狼，算计西王母呢。那就先留东王公一条狗命，那就等第3次讲道之后，直接去西方拿菩提树，顺便教训一下接引准提。老弟，我有些事情要单独跟你说一下。2位兄长何事这么神秘？镇元子道友、红云道友，失礼了。不碍事，祖屋请便就是。 2位兄长到底何事？又给我祖屋精血？不用吧，现在我只需慢慢修行即可，没必要非要用祖屋精血来修行。你想的还挺美，这精血可不是给你现在修行的，是另有妙用。我们准备在第3次紫霄宫讲道之时，联手涉足时间长河，探查一下巫族的命运。 此事我们俩早已定下，就等着晋升混元金仙。原本想着隐秘一点，
但是思来想去，还是要跟你说一声。怎么会这样？原本的大师中，他们有这样做过吗？未来长河凶险无比，万一迷失怎么办？要不跟兄长直说，告诉他们巫族的命运。兄长，我对未来大师发展还是有些心得，你们又何必冒这个险？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不过不是哥哥们不相信你，而是有些事情一定要亲眼所见才行。别担心，此事我跟你二哥准备许久，到时候正是红军讲道，天道之力聚集在紫霄宫，对我们干扰最小，而且还有盘古殿护身呢。将这2滴祖巫精血收下吧。若是我跟你二哥迷失在时间长河之中，可得靠着这个坐标返回。你可不能现在炼化，就算是要炼化，那也等到我们返回之后再做。自然不会。2位兄弟，你们将此宝带着，他得了大道功德，正在晋升，隐隐超越先天至宝的层次。你们若是带在身上，定然能护佑一二。哪有做哥哥的抢弟弟的东西？紫霄宫也不是完全安稳之地，你还是留着自己防身。可是，就这么不相信我们？有我们这些哥哥在，哪里轮得到你操心？接下来就要去紫霄宫，临行之前，可是还有什么要交代我们的，或者需要我们做的？还真有一件事，等到第3次讲道结束，红军定然会赐下无数宝物，在不周山顶上放置分宝崖。兄长可否提前出手？尤其是这分宝崖，务必要抢到手。分宝崖，这玩意儿很重要吗？我想用分宝崖炼宝，据说翻天印的炼制材料之一就是分宝崖，这能放过？没问题，此事交给我们就行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咱们赶紧出去。你们该出发去紫霄宫了。去了紫霄宫千万小心，打不过的先记着，等回来之后我们给你报仇。哎，怎么这么快？大哥就是叮嘱我几句，能用多少时间？对了，大哥有事找你。咱们也出发紫霄宫吧，毕竟是最后一次讲道，还是早点出发，万一路上耽搁就不好了。第3次讲道，鸿蒙紫气，斩3尸之道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怎么个事。3清都突破准圣了，不太好办啊。不过优势在我，12都天神杀大阵一起，还困不住他们。鲲鹏若是真能得鸿蒙紫气成圣，那对天道大事绝对是莫大改变。要是玄冥也能得，就怕红军不按套路来呀。恭迎道祖！吴天这小子也可给我找了个大麻烦。若不给鲲鹏玄冥，这7个座位该如何解释？童儿，关上大门吧。明明挥挥手就能关门，非要2个童子这么吃力，这老头子真能装逼。第3次讲道开始，正道之路有3，最上者为以力正道，盘古便是以力正道，其次为斩3尸之道。吾开创斩3尸之道，斩去善恶执念，寄托先天灵宝以成3尸，而后3尸合一，正道混元，用以寄托3尸的先天灵宝越强，实力越强。不是说寄托3尸的先天灵宝得相互契合，最好成炮吗？否则根本无法合一。这点红军怎么不说？反正我已经承载12法则，何须展示？道祖在上，听说天道圣人定是混元大罗金仙，但混元大罗金仙不一定是圣人。敢问道祖，如何成为天道圣人？成为天道圣人，需要有成圣之机，鸿蒙紫气。天道圣人之位有9，最后一位圣人非洪荒天地无量2劫不出，因此我手中还有7道鸿蒙紫气。果然如此，吴天保住的不是座位，是我的成圣之机。哈哈，红云老哥，后悔了？
吴天老弟哪里的话，得知我姓，失之我命，大道为征，以后绝不如此了。敢跟我诈刺，回头我定要让兄长们好好给你上一课，不给你须弥山打断，我大哥就不配做空间祖物。鸿蒙子气有7，吾之门下当有6尊圣人。除去巫族，还有2道紫气，这不正是为我准备的？是天下男仙之首，不算红军门下算什么？难道我错怪东王公了？我也有机会得鸿蒙紫气？三清与我有师徒之缘，尔等可愿拜入玄门，为吾亲传弟子？弟子拜见老师。尔等无需多礼。此为师送你们的护道之宝，此乃诛仙剑阵，当年魔祖罗侯所炼制。通天，今日为师赐予你。诛仙剑阵一起，非4圣不可破。多谢老师。封神大劫的祸根埋下了，这东西牵扯西方莫大因果，拿了准没好事。看来红军还是要强推大势，注定要不按座位耍赖了。女娲，你以后当有大机缘，亦是可以成圣，你可愿做我亲传弟子？弟子愿意。女娲拜见老师。两位与我玄门无缘，祖屋自有机缘。怎么可能？巫族不是不能修元神吗？玄冥居然突破！因果知道玄妙如此，本是借口，竟真成就他的机缘。鲲鹏，你我并无师徒之缘。请道祖垂怜，鲲鹏愿拜入玄门，恳求道祖垂怜，收我2人入玄门。鲲鹏，老师既然已经明言与你无师徒之缘，你又何必苦苦纠缠？尔等羽化卵生、披鳞戴甲之辈，有何颜面与我等同门？哼，羽化卵生、披鳞戴甲，是看不起我们妖族。还愣着干嘛？干他呀！自助者人助之，自强者恒强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怕得罪元始？还对鸿蒙紫气心存幻想？羽化卵生如何？披鳞戴角又如何？元始，你自诩盘古正宗。但盘古大神开辟洪荒天地之后，身化万物，洪荒万灵，谁不是承盘古大神的遗泽？真灵之上没有盘古气息。好样的！就凭你，也配提盘古之名，也敢跟我盘古正宗呛声？元始，盘古正宗的根脚是我等维护洪荒的责任，父神遗泽深厚。却不是为了让你仗着这身份得鸿蒙紫气，也不是你作威作福视他人于草芥的理由。巫族为我说话了，这北方玄元控水期还真没送错。玄冥祖屋所言甚是。难道披鳞戴角、羽化卵生之辈就不是洪荒生灵，就天生低人一等，就要被天道厌恶？不是说天道无私吗？我妖族大多数是披鳞戴角、羽化卵生之辈，在座听道者亦是为数不少。但我与几位道友创立妖族，要为洪荒天地万灵开道，难道也低人一等？就是，凭什么低人一等？妖皇说的对，这就是妖皇吗？这个节骨眼竟然真站出来了！没想到巫族跟妖族第一次联合，竟然共抗元始，联手干他一彪。帝俊，你也欲与我为敌？好了，此事就此了结。可惜了，紫霄宫中打不起来。不过我就不信元始能放下。鲲鹏，你的确与我玄门无缘。天道无私，
可道祖并非无私啊！玄门之内还有2道鸿蒙紫气，我可是天下难仙之首，道祖定是要赐予我。还望道祖垂怜！我兄弟2人生于西方世界，西方地脉破碎，贫瘠无比。好不容易得大机缘，能来这紫霄宫中听道，还望道祖可怜我2人，可怜我西方世界生灵，收我们入门墙之内。我2人若是能正道成圣，必当好生教化西方世界生灵，兴盛西方世界。准提这家伙真聪明，这是在跟道祖保证，只要给鸿蒙紫气，西方世界的因果他们扛了。不会吧？哭一下就有用？道祖，我才是在东海为你传播仙道教化的自己人啊！唉，我就知道。也罢，你2人其心可嘉，不过你们所修之道与我玄门不合，便收你们做个记名弟子吧。多谢老师。道祖，我可是第一个转修仙道的呀！老师，西方贫瘠，灵宝稀少，我2人连斩3世之法都无从修炼。罢了，12品功德金莲赐予皆已，东方青莲宝色旗赐予准提。得意什么？早晚要将你这旗子拿来。最后1道鸿蒙紫气并无定数，当为有缘者得之。是我的！滚开！谁敢抢！体内祖无精血在跃动，是2位兄长动手了，他们在窥探巫族未来。2位姐姐，咱们也出手，抢鸿蒙紫气！给我破！天机竟被扰乱了。红云老弟，顶住！哈哈，多谢吴天老弟。没想到随手一击，竟然还是成全了红云的机缘。也不知道帝江和煮酒阴2位兄长看清巫妖亮劫的发展没有？若非吴天兄弟那一击，我能得这成圣之机。吴天老弟，这鸿蒙紫气还是还给你吧。红云老哥，这可是鸿蒙紫气成圣之机，你舍得就这么给我？此言差矣。若非是方才老弟以鸿蒙良天尺挥出一击，这鸿蒙紫气怎么会往我这边跑？如今也算是物归原主，能在成圣机缘面前守住本心，红云果真老实。可你这性子，若一个人拿着紫气，定会落得原本大势里那般惨死收场。既然成了朋友，我得帮你改改命。这样吧，这鸿蒙紫气你先拿着，算是我们几个联手获得，为我等共有之物。共有之物？对，不管是镇元老哥还是我2位姐姐，咱们都能一起参悟。谁能彻底参悟，这鸿蒙紫气就算谁的。红云老哥，你觉得如何？好，好，如此甚好。这方才我也没做什么，如何能有资格参悟鸿蒙紫气？镇元老哥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实在了。你跟红云2人一体，他有鸿蒙紫气，能不跟你一起参悟，还能单单给你排除在外？吴天说的对，大家一起参悟便是。众人都说红云福缘深厚，可我到今天才觉得他算什么大福缘之人，连几件像样的先天法宝都没有。结果遇到了吴天老弟，就跟你结识这短短时间，我2人都已经得了莫大的好处了。镇元老哥说的极是。成圣之机，他们居然在那互相推让。红云的气运在这一刻竟然发生巨大变动，隐隐混乱起来。难道是因为得到鸿蒙紫气，气数生变？可这不对啊！难道是因为这5天正经讲道已经结束，鸿蒙紫气也发完了？大哥、二哥那里怎么样？2位兄长，你们千万不要迷失啊！
再往前，一定要看到。漫天星斗之力，难道是妖族？地正！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不周山可是父神脊柱所化，咱们立足时立誓要守护洪荒。身为巫族，怎么会撞断不周山？那是盘古真身，还是吴天？原来如此，现在好了，彻底迷失在时空洪流之中了。还好咱们特意在吴天身上留下了祖屋精血，防的就是这一幕。大哥，这次咱们是不是做错了？玩弄时间者必被时间玩弄。咱们这么窥视未来，会不会原本吴天在巫族覆灭之际挺身而出，结果被咱们给干扰了？巫族的命运不会的，什么天道大事，巫族命运，身为父神血裔，咱们巫族不信这些。便是3000魔神又如何？来父神面前，还不是一拳轰碎的货？可咱们毕竟不是父神啊！我跟大哥一起看到了无数巫族儿郎陨落，祖屋身死。巫族的未来一定是咱们一步步走出来。若是有人想覆灭巫族，大不了大干一场，最差也就是回归父神怀抱，又能如何？再说咱们还有吴天，承载12种法则之力的祖屋，父神真正的传承者。只要有他在，咱们巫族一定不会有事。若是按照最后看到的画面，吴天就是巫族最后的底牌，咱们强行窥探未来，真不会对他造成影响。放心吧，不会的。来之前可是跟老弟说过，若是对他有影响，他会同意咱们来这么一出。什么意思？按照咱们所见，吴天使出盘古真身，能隔着时空长河与咱们对视，以后必然能正大道。所谓一正永正，咱们若是对吴天有什么干扰，未来成就大道的他会让咱们这么做？早就借过去之口阻止咱们了。大哥，你还真信任吴天啊？对，就是这样。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天道大事，而且每一件都印证了？一定是他用未来的玄奥手段告知的。希望如此吧。事不宜迟，赶紧感应精血之中的坐标吧。好。不好，精血跃动得更加剧烈了，烫得厉害。这里是紫霄宫，可千万不能让红军发现什么。正道成圣之法如此，7道鸿蒙紫气也发放完毕，紫霄宫讲道之事就此了结。多谢老师，多谢道祖。讲道之事结束，尔等为何徘徊不去？道祖怜悯，三清师兄满载而归，我等却空手而回，我等也苦修不易啊！总算要分宝了，希望兄长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千万别让我失望。只要能把分宝牙带回盘古殿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也罢，今日之后，我将身合天道，日后洪荒天地无大事不出。我此前游历洪荒收集的许多宝物，留之无用，便赐予你们吧。这诸多宝物，我将置于不周山顶峰的分宝崖上，尔等皆可去取。诸多先天灵宝，有缘者得之。不周山顶怎么蹲着几个祖屋？他们为何会出现在那里？该不会是蹲守分宝崖吧？分宝崖，多谢道祖，道祖。
快走，抢宝贝啊！别急着走，暴殄天物啊！把你们坐下的蒲盘收起来。你干什么？玄冥姐姐还是太单纯，做事的痕迹太重，这不让人家看出来了。走，这分宝牙放还是不放？快，吴天老弟，这次还是我来带你赶路，我跑得快，必定不能让他们抢先。红云老哥，放我下来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得去抢宝吗？要是晚了，可就被他们抢完了。两位老哥，你们先去吧，我还有另外的事情要做，处理好了就来。吴天老弟，这洪荒之中，有缘者得之都是托词，那是实力者得之，先到先得呀。你好，吴天老弟，那你可抓紧时间，机缘难得，千万莫要耽搁。多谢老哥理解，去吧。也罢，大不了咱们多出手几次，多抢几件灵宝，到时候分点给吴天老弟。行了，别嘀咕了，再魔界灵宝真被抢完了。到底什么事，能让吴天老弟连分宝牙的灵宝都不顾了？吴天，到底什么事神神秘秘的？大哥，二哥的精血，他们怎么又给你精血了？这上面的气息不对，有很多特殊印记。兄长他们将精血交给我，是去做一件极为凶险的事。他们担心迷失在时间长河里，便以此精血为坐标。时间长河？难道他们……没时间解释了，精血力量在飞速消耗，赶紧想办法。要是等精血力量耗尽，兄长们就真的危险了。他们在这里作甚？莫非提前知道消息了？哈哈，果然来了！老弟诚不欺我。大胆！道祖分宝之事，尔等也敢出手干涉？这什么情况？连句狠话都不放，直接动手！莽货，不可理喻！简直岂有此理！好不容易求来的机缘，岂能让巫族包传了？大家一起动手！来得好！怎么抓不住？哈哈，道祖所赐之物，有缘者才能得之，要靠机缘，岂是你们这些莽货能理解的？大胆，竟敢对我巫族出手！祝融只有我能打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风云老弟，快拦住他们！镇元子，你干嘛挡我？祖屋莫急，这分宝牙乃是红军道祖赐下的机缘，大家皆可上前一试。你们若强行阻挡，怕是要犯了众怒啊！哈哈，那要这么说的话，这些宝物正是与我们巫族有缘啊！他哪里都不去，偏偏往不周山落来。不周山乃是我们巫族守护，宝物不归我们巫族，又该归谁？这共工祖，若是吴天老弟在场，他必然也不会让你们这般莽撞，惹怒所有紫霄宫听到的道友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难道不知道，就是老弟让我们来守着的？啊！竟然是吴天老弟指使的，他一向稳健，怎么会为了分宝牙跟整个洪荒为敌？大家一起动手！老师赐下的机缘，
怎能被巫族破坏？罢了。入收祖屋，看看是你的金枝法则锐利，还是我这青皮剑更强？镇元老哥，咱们怎么办？我也难以抉择。兄长，咱们要不要也出手？趁现在杀一个祖屋，破了他们的12都天神煞大阵。哼，咱们出手做甚？自然是先取灵宝啊！挡住他！太轻这老二出工不出力。谁敢靠近分宝崖夺宝，就给我集火轰死谁！废物！这么多人，竟然连这几个祖屋都解决不了吗？兄长，咱们为何不全力出手？不把祖屋打趴下，怎么拿机缘？急什么？僵持的越久，洪荒众人对巫族越怨恨，又不是咱们一家的事，何必做这出头鸟？你且看着，总有比咱们心急的人去抗巫族的怒火。好，既然都不出力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二弟，不可！来呀！拼了！镇元子，你算什么老好人，竟拿洪荒地脉来做挡箭牌！反悔不周山，我跟你拼了！公主，别冲动啊！镇元子，你别挡我！他们敢抢我巫族宝物，又撼动不周山，今天我跟他们拼了！我巫族何惧生死？公主，对方人多势众，还有盘古幡，咱们挡不住的。再不济，咱们记下这些出手的人，等地上祖屋他们聚齐，带上12都天神煞大阵，一个个找上门不就好了？啊！我的灵宝啊！快拦住！天道大势，机缘如此，岂是你们这些莽货能凭蛮力阻挡的？这分宝崖能承载诸多先天灵宝，定然也是件了不得的宝物。此物与我有缘。你休想！共工子屋，现在宝物丢都丢了，咱们不是说好等吴天老弟回来再做打算吗？不行，宝物丢了就丢了。吴天可是点名要分宝崖，要是也被抢走，我们真没有见老弟了。休想得逞！镇元子，你再多管闲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镇元子道友，巫族不知天数，你乃清净福缘之属，何必跟他们搅在一起？吴天老弟呀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我这次为了你，可是把洪荒大能得罪了个遍呐。要不你催动盘古真身，以父神的气息加持在这2滴精血上面试试看。好。好充沛的力量，难道真正的盘古真身就应该在混沌之中修行？感应到了，盘古殿的方位，还有大哥和二哥的气息。二姐，后土姐姐，走，我带你们回盘古殿。哈哈，老弟，你果然来救我们了。
我就知道你一定行。活着回来了。外面好重的煞气，兄弟们在和人动手。其他的回头再说。走，带上盘古殿，先去把场子找回来。敢欺负我们巫族，找死！不急，要不我们先过去看看。大哥，你们先赶紧整理一下自己的伤势。其他兄长性命无忧，也不急在这一时。兄长的伤势若是耽搁，影响根基就不好了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兄弟们，大哥出关了！吴天老弟，你可算是来了。你要是再不来，我可就控制不住局面了。围住他们，一个都不要放跑！哼！要不咱们也回去吧？这分宝崖看来是没戏了，再待下去，若是等三清跟巫族的因果了结，怕是要找咱们麻烦。方才咱们又没出头，又没跟祖屋们对上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就留在这儿看热闹。我倒要看看，同为盘古正宗，到底是元神所化的三清更厉害，还是盘古血意更厉害？不愧是天地间第一功德至宝，有这宝物挡着，几乎立于不败之地啊！不好！怎么可能？没什么不可能。虽是功德至宝，防御无双。但大道之下，哪里有永恒不朽的存在？更何况，他手中的鸿蒙亮天尺亦是功德至宝。哼，若非先有盘古殿袭来，消耗了许多天地玄黄玲珑宝塔的力量，那家伙又猝不及防出手，方才这一回，未必谁胜谁负。即便这样，我看那尺子也定有损伤。哎呦，不应该这么浪的。咦，这家伙什么时候偷的？这点够吗？原来如此，哈哈，如此说来，这次出手还真对了，干那么多，干就完了。吴天，我们对不起你啊！分宝崖上面的宝物都被他们抢走了，颠倒黑白，简直岂有此理！这分宝崖乃是老师在紫霄宫中赐下。大家凭机缘获取，如今玄冥后土已经返回，你们问问是不是如此？怎么就成了你们巫族的？落在我巫族地盘，怎么就不是我们的？诸位道友，方才我等的纷争不外乎是为了分宝崖，如今这分宝崖便让给你们，咱们之间的因果就此了结，如何？大哥，凭什么咱们要退让？我等虽得了鸿蒙紫气，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是天道圣人，若是祖屋们一直纠缠，又哪里来的时间心静修行？哈哈哈哈！将分宝崖让给我们，本来就是我巫族之物，又哪里存在什么让？分宝崖就不用说了，咱们还是算算你们抢夺灵宝，又趁着我不在欺负我们兄弟的因果吧。兄弟们，布阵！太清，你们别想着跑，你们能跑得了，昆仑山能跑得了？兄长，巫族虽是讨厌，但是气势的确很足。
若是有一天咱们妖族能有这底气，那就好了。咱们也得了灵宝，巫族会不会不分青红皂白，找完三清之后，又来找咱们麻烦吧？武天老弟，赶紧劝劝帝江祖屋吧。我知道你们未必会怕三清，可是如此一来，洪荒定然人人自危，诸多大神通者都会敌视巫族，左右分宝崖也得了，又何必如此？这都没什么，你能把鸿蒙紫气给我们分享，便是再做些什么，我等也愿意。我也不是怕惹上麻烦，而是这样下去对巫族真的不好。多谢镇元老哥，待此间事了，你我再好好诉说。兄长，镇玉子老哥说的你也听到，经此一役，恐怕洪荒众人愈发觉得咱们巫族不讲道理了。要不，老弟，我知道你心中忧虑，但你也说过，这一亮劫属于咱们巫族的时代，不管以后会不会盛极而衰，眼下正是咱们巫族气运增长、气势更盛的时候。既然这样，咱们还需要顾忌什么？不趁着这会儿嚣张一点，难道要等到危机出现的时候再嚣张吗？你不是说想要凑齐先天五方旗吗？若是不趁着这个机会，日后怕是就难了。至于你所忧虑的，巫族会成为洪荒众矢之的，放心，我们没那么傻。太清，想好怎么了结这番因果吗？分宝崖的机缘乃是老师所赐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分宝崖上的灵宝，其他人也就算了，我巫族也不是小气的，些许灵宝就当我们送给他们的。但是你们三清抢的最多，却不能这么算了。谁说巫族没脑子的？帝江这番话几乎瞬间化解了其他人的危机感，矛头只对着三清，有意思。再加上你们欺负共工、祝融他们，这诸多因果，看在同为盘古正宗的份上，我要2件先天灵宝，不过分吧？就这2个旗子吧，我看这旗子也是从分宝崖上所得，你们把这2件灵宝还给我们就行。谁说从分宝崖上所得？此乃紫霄宫中红军道祖收我等为徒的时候亲手所赐，如此你也敢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第3次讲道我虽是没去，但是我也听说了，红军讲道之后将以身合道，非洪荒天地有大事不出。同为盘古正宗，我等也知道无法伤你们性命，但今日因果若是不了结，12都天神煞大阵就是摆上1万年、10万年、100万年，我们巫族也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他们俩到底看到什么了？怎么感觉一下子变得聪明了，竟然能说出这番话？这不是耍无赖吗？怎么就耍无赖了？这不是跟你们谈吗？我们巫族可是最讲道理的，你要是不愿意，咱们就先打，打到你们愿意谈为止。好，那咱们就先打过再说。怎么听着他们巴不得元始出手的模样呢？还真是好战。还能这样？这也太不讲究了吧！兄长，你说三清会就范吗？或许吧，别说是三清了，整个洪荒之中，谁被这群家伙这般纠缠，能受得了？这么多先天灵宝，偏偏要这2件先天五方旗，难道他们是想要凑齐先天五方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他们岂不是真要对东王宫出手？道祖多看一眼都没，竟然直接将鸿蒙紫气给了西方2人。我们这转修仙道，得封天下男女仙之首的存在，竟然连个记名弟子都不如。师兄，
巫族会不会来找麻烦？若是他们觊觎这东方宝色青莲旗，咱们又该如何自处？不会的，方才帝江不是说了吗？此番分宝崖之时，他们只找三清的麻烦，其他人既往不咎。我们跟巫族之间的因果，可不仅仅是分宝崖之事。二弟、三弟，停手！二弟，住手吧！住手！难道咱们要受他们威胁？凭什么？咱们得了鸿蒙紫气，并非就是圣人了，总得时间炼化，才能正道成圣吧？难道就跟他们巫族耗在这里？巫族煞气浓重，不知天数，行事又这般肆无忌惮，区先天灵宝而已，何必跟他纠缠？二哥，我觉得大哥说的有道理，要不就算了吧。此间因果记下，等咱们成圣之后再报不迟。又没有抢你的灵宝，你当然说得轻巧。算了，不跟你计较。可是大哥二哥都要交灵宝，单单把我漏掉，总是有些怪异。巫族这是搞什么？憋屈啊！我等堂堂盘古正宗道祖亲传弟子，未来的天道圣人，竟然被这群夯货这般拿捏，实在憋屈。哈哈哈哈！太清，你们想清楚了，你们这般无赖，就不怕污了盘古大神的名声？我跟你大哥说话，有你什么事？你看看我们巫族，我这个大哥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可曾插嘴？二弟，咱们既然做下决定，就莫要再做口舌之争了，平白让他人看笑话。便如道友此前所言，这2件法宝送出之后，咱们之间的因果一笔勾销，以后两不相犯。还真得手了。三清还真屈服了，真不可思议。哈哈哈哈！早这样不就好了？我们巫族又不是不讲道理的，兄弟们，让他们走。咱们走。大哥，你看那处，是不是隐隐有先天灵宝泛出？我总觉得心神被牵动一样。我也感受到了，的确如此。会不会是咱们的机缘？若是现在过去，以祖巫们的性格，岂不是又要横生枝节？咦，怎么又不走了？难道是想想觉得不甘心，还要跟咱们干一场？出了这么大变故，难道先天葫芦藤的机缘还要继续？竟然还没被干扰，天道还真是执着。可你们心生感应又如何？这先天葫芦藤早就认我为主了，似乎是我等的机缘。巫族如此霸道，不周山又被他们视为禁乱，若贸然冲过去，他们绝不会让我们得手。要不等等，等到祖巫们离去，我等再来一探究竟。不行，万一被三清抢先了怎么办？宝物到手！兄长，你给我做甚？先给你拿着，这本来就是你的主意，你说怎么分，怎么用，都听你的。大哥二哥越来越无脑信任我了，这俩家伙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这几个家伙到底在干嘛？还真不想走了。不好，吴天老弟，是你的先天葫芦藤，赶紧拦下他们，可别让他们坏了先天葫芦藤。住手！休要抢我巫族宝物！帝江，你们巫族也太霸道了吧！宝物有缘者得之，此处的机缘与我等生出感应，便是与我等有缘。
难道你们巫族也要强抢？抢又怎么样？你又能如何？诸位道友莫急，这处山谷之中的宝物的确是我们巫族的。你们巫族的，我知道你们巫族将不周山看作是自己的地盘，但是不周山乃是洪荒天地之柱，属于洪荒众生共有。不周山上的机缘，也不全是你们巫族的。哈哈，这次你们还真误会了。此处山谷之中，乃是一株先天灵根，早早就被我所炼化，只是不知为何灵气暴动，隐蔽的先天大阵破碎，才将诸位道友吸引。无天道友，你还真是气运深厚啊！如此灵根，先天阴阳五行具备，实在是让人羡慕之极。阴阳之气如此纯粹，可惜机缘如此，祖屋们不可能答应换宝。怎么可能？巫族行事肆无忌惮，如此不识天数，竟然能得这等珍贵的先天灵根！有什么不可能？巫族亦是盘古正宗，盘古大神血裔，他们如今梳理天地间煞气，正是有大功德、大气运的时候。大哥二哥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？方才先天葫芦藤出现之后，帝江、煮酒阴两人强行阻拦，气息好像有点不对，该不会重伤在身吧？好啊，原来是虚张声势。走，咱们再去找他们。算了，就算他们重伤无法出手，又能如何？巫族人多势众，还有那么多祖屋，不成胜终为蝼蚁。赶紧回去修行，炼化鸿蒙紫气才是正事。哼，待我成圣之后。无天道友，这先天葫芦藤上的宝葫芦众多，道友未必能用得完。我见猎心喜，可否拿宝物跟道友换一个？抱歉，这葫芦我自有安排，还望道友见谅。给了你，让你炼斩仙葫芦对付我，做梦吧！不就一个葫芦吗？之前你们问我兄长索要扶桑灵芝，我等可没拒绝。住口！道友此言差矣。妖皇为何愿意给我等扶桑灵芝？这其中的因果，道友不会忘记了吧？我为妖皇出谋划策，妖皇自认成情，还说此间因果定会回报。妖皇就是这么回报的。道友误会，帝俊从来没这么想。既然无天道友不愿意，此事作罢，那就当帝俊从来没提吧。西皇、蛙皇，咱们走吧。无天道友，女娲后言再次相求，我也不要道友的宝葫芦。若是道友能将那件宝物给我，此间灵宝任道友挑选。还望道友成全。反正9天息壤能再生，就算是分出一半给女娲也不打紧，还能得山河设计图这件先天灵宝，再加上先天葫芦藤在手，也不用担心错过造人机缘。要不，这个时候答应跟女娲换宝，不仅会让兄姐们胡思乱想，更是会让帝俊丢面子。平白无故惹因果，先晾一下女娲，反正9天息壤在我手中。无天道友，这是为何啊？若是对这些宝物看不上，你可以另提要求。日后再说，日后再说。要不是他干扰，怕是无天早就同意了。这玄冥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就换个宝贝，碍着他什么了？也罢，还请道友再多多考虑，以后我再来寻道友。老弟，你这立场不坚定啊！帝君要跟你换宝，你直接拒绝，怎么女娲一说你就把持不住？你该不会被祖龙精血影响了吧？别听祝融兄弟瞎扯，此等大事再怎么也要跟兄长们还有2位姐姐商量才是。真的？真的。老弟，你可是承载12种法则之力，难道还怕他们2个？你懂个屁啊！这可是我以后要抱的大腿，哄他们高兴还来不及。大哥，你打我作甚？就想打你，不行吗？他们该不会是看到时间长河里共工撞不周山的画面了吧？我知道你们2个法则相冲，之前闹一下也就算了，以后要是还敢动手，看我饶不饶你们！兄长，兄长，你现在怎么样？无妨，再打上一场都没问题。走，带着盘古殿去须弥山。也是时候去找西方那2个家伙，
了结之前的因果了。反正都已经对三清出手，趁着这个势头，一举将西方二人拿下。不好好教训一番这两个家伙，心里总觉得不得劲。这次你们两个先上，要是你们连西方这两个家伙都搞不定的话，哼哼，大哥放心，看我不打爆须弥山！还来？巫族这是疯了吗？先打三清，现在又要去招惹西方，完全不把圣人放在眼里。机缘，先天葫芦藤真的与女娲成圣有关。若他成圣，还能维持如今这般局面，我若是能练成周天星斗大阵，集周天星斗之力于一身，实力大增，说不得也能如巫族这样，完全不需要忌惮圣人。巫族竟是如此肆无忌惮。咦，之前三弟不是看出来帝江煮酒阴身上有伤吗？怎的他们还这般出手？二哥，巫族不就是这样吗？就算是有伤在身，妨碍他们出手挑起战斗吗？继续，越嚣张疯狂越好。等到以后亮劫来临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巫族如何了结这些因果。不好，冲咱们来的，怎么就冲咱们来了？之前帝江不是说好了，只找三清的麻烦吗？怎么又说话不算话了？师弟，别想了，还是赶紧迎敌吧。想想怎么才能将这些祖物打发了。咱们西方世界本就破碎，可经不起折腾了。别出手，师弟，震怒啊！住手！共工祖物，你们巫族不是最讲道理的吗？方才帝江祖物已经说不计较分宝崖之事，为何又来为难我二人？这还要继续动手吗？要是继续，岂不是显得咱们巫族不讲道理？诸位祖屋有礼，我兄弟二人与巫族之间素来没有什么矛盾。之前分宝崖的事情，帝江祖屋不是说既往不咎？祖屋们最是讲道理的，即便是对我等出手，也总要有个缘由吧。蠢货！谁说我们是为了分宝崖之事而来？我兄长说话算话，说不计较就不计较。啊，那我兄弟二人又是哪里得罪你们众人？大哥，这准帖在紫霄宫中瞪我，眼神威胁我。哈哈，敢威胁我兄弟，共工祝融！你们两个蠢货还愣着干嘛？还不给我上！都怪准奇这个混蛋，害我又被大哥骂。这也行，我不就看了你一眼，就召集12祖巫前来攻打我西方世界？你们巫族这么记仇，这般霸道吗？打的就是你，不就得个鸿蒙紫气吗？就支棱起来了，敢瞪我，眼珠子都给你抠出来。两位老哥，
有没有觉得心中畅快许多？畅快，太畅快了！哼，这也太慢了。冲！且慢！诸位祖屋，我就算是多有得罪，也罪不至死吧？诸位祖屋到底要怎样？直说就是。简单，之前三清要了结因果，赔了2面先天五方旗，你们2个赔1面就行。这东方宝色青莲旗乃是刚从道祖手中求来，西方本就贫瘠。师弟，还是答应他们吧。可连三清都屈服了，咱们还能怎样？赶紧送他们走，再这么打下去，咱们之前的苦功全都功亏一篑。待祖屋们离去，12品功德金莲给师弟，无需如此。再把你这7宝妙树上的灵芝截取一截，我们巫族既往不咎。不可，不可！帝江祖屋，这7宝妙术乃是我本命灵宝，实在是不能轻易折损。祖屋还是换个条件吧，只要能做到。不给，那我们就自己取。当小老弟也没什么不好，打架都不用自己出手，爽。帝江祖屋，咱们再谈谈，除了7宝妙术的灵芝之外，其他的你只管开口，准提绝不推辞。退后，兄长，你无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好，我与东方宝色青莲旗的感应彻底被切断了。哼！怎么样？我说了，你不给的，我巫族自己来取。现在服了吗？吴天老弟，要不算了吧？杀人不过头点地。这2个家伙也太心软了。原本大事之中，接引、准提算计你们时，可没心存怜悯。红云身死道消，其中必然有这2人推波助澜。上座的因果实在太大，大到他们不想还，只能委屈红云去死，一了百了。不过要不是他们心慈手软，我也看不上跟他们玩。放心吧，兄长不会怎么着他们的。接引准提关乎西方世界契约，但这因果，大哥也不傻，根本没杀意。蠢货！
我就知道让你打前锋，结果还得我出手。这又是在干嘛？祖屋这么残暴吗？魏三清打西方，现在竟然连自己人都打起来。祖屋这是不是故意的？不好，不要！大哥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老针对我呀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了？大哥是不是闭关修行把脑子练坏了？怎么看自己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？看样子，兄长他们是看到巫族未来的结局了，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对公公？这大脑袋还真硬啊，都把须弥山撞歪了，竟然只是破点皮，怪不得原本大势之中能撞断不周山。脑袋疼吗？废话，能不疼吗？有本事你自己试试，就知道欺负我。若非你是大哥，哼，我跟你没完。疼就好，给我好好记住这种感觉。以后要是再不靠谱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？你倒是直说呀！吴天不也笑得欢吗？他怎么就没事？大哥莫要恼。经过这次之后，共工兄长肯定会印象深刻，以后行事也定然会有所顾忌。再说了，还有兄长们看着呢，不会有事的。也对，我都已经知晓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不会让那些悲剧真的发生。这次就算了，以后你给我老实点。巫族这到底在干什么？唉，我到底是做什么孽啊？早答应他们不就成了？如今灵宝被夺，七宝妙术被斩，还搞得西方天地混乱如此。且慢，无天道友，灵宝你抢了，七宝妙术也被你斩了一只，我西方天都被糟蹋成这样，还不放过我们吗？两位道友误会，放心吧，我们巫族最讲道理了，灵宝到手，此间因果自然了结。再说，之前要是准提道友痛快答应，不早就没事了吗？合着还都是我的错呗。哈哈哈，算你们今天运气好，我们巫族立志要守护洪荒天地。咱们虽不是一路人，但是这西方亦是洪荒一部分。两位姐姐，清理一下煞气。镇元老哥，还请你也出手一下，帮西方弥合一下破碎地脉。啊！方才还对接印准天要打要杀的，怎么突然又要自己出手帮忙？这吴天老弟到底怎么想的？我虽是能出手，但是西方破碎太甚，乃是当初道祖与魔祖相争所致，未必能彻底建功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打了我们，又帮我们修复西方，
这算是打一巴掌，再给个甜枣。多谢诸位祖屋，多谢镇元道友。明明是自己被欺负，怎么现在咱还得谢谢人家？凭什么？他们打乱我西方天地的时候，天道视而不见，没有半点反应。现在竟然降下功德，天道不公啊！哈哈，多谢吴天老弟，跟着吴天混，一天吃9顿，哈哈，果然又得好处，岂有此理！简直岂有此理！亮劫来临之前，巫族的势头凶猛，咱们还是避其锋芒吧，没必要争这一时。气运长河之上，打乱西方天地的业力竟然随之消散了，哈哈，果然如此。哼！不管怎么样，好歹送走这些家伙。呼！不好，我的6根清净竹呢？给你。这是6根清净竹，此宝能梳理洪荒生灵情欲杂念，却被准提炼制成封闭五感6支的灵宝，暴殄天物啊！万万没想到，玄冥姐姐竟然顺手取来了。玄冥姐姐，你不是喜欢先天灵根？之前大战的时候，我见这竹子出现在须弥山上，亦是散发着先天灵根的气息，顺手就取了来。慢着，把6根清净竹还给我！什么竹子？不就是一个破竹子吗？我等为你们梳理西方天地，又清扫这方世界的煞气，再拿一个竹子作为报酬，不过分吧？报酬？天道不是降下功德了吗？难道这些还不够？还要让我们兄弟2人大出血？准皮道友，天道降下功德，那是天道的事。你们身为西方世界主人，当然也要有些表示。还是说你要跟我们巫族再论上一论？师弟，算了，6根清净竹已经落到祖屋手中，就凭咱们兄弟2人，如何让他们拿出来？还不如早早打发走吧。要不然，祖屋说合理，那自然合理。这6根清净竹便赠予祖屋，此后我等之间的因果一笔勾销，还望祖屋们顾念此宝，能放我兄弟2人清净。你倒是个讲道理的，放心吧，我们巫族向来说话算话。走吧。西方结束，轮到东王宫了吗？要不咱们直接去蓬莱吧，顺手就把东王宫给解决了，把通天剑幕抢回来给吴天老弟。对啊，咱们还等什么？走，干他！要不咱们去一趟？此事不急，兄长还是赶紧回去休整吧。若是耽搁了伤势，可就不好了。这点伤算什么？兄长，还是再等等吧。咱们先围逼3清，又攻打西方世界，若是还不依不饶地朝着蓬莱去，巫族就太招人恨了。而且还要沾染过多的因果业力。东王宫可是我留给妖族的大礼，现在解决岂不是给帝俊、太医解决大麻烦？不出手斩杀东王宫，帝俊如何彻底触怒道祖，跟玄门对立起来？好，都听你的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仿佛有什么灭顶之灾要来临，怎么又没了？算了，暂且不想了。你们3清西方得了鸿蒙紫气又如何？还不是要在巫族面前屈服？呵呵，巫族人多势众，所以才能如此强势。我若是能立下仙庭，不仅仅能得仙庭气运加持，更是能汇聚能人异士。到时候威势未必会差多少。到时候也让道祖看看，鸿蒙紫气到底应该给谁。要是还说服不了西王母，那大不了我一人立仙庭。大圣归来，今日举族欢庆。
你们先带着儿郎们庆祝，我有话要跟吴天说。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巫妖中战，共工怒出不周山的画面。兄长稍等，两位老哥，待我兄长吩咐我一些事情之后，我再来陪你们。吴天老弟，你自去忙你的，还有这么多祖屋陪着我们呢。我二人也甚少见识这等热闹场面，正好掺和一下。还有鸿蒙紫气，怎么吴天老弟提都不提，像是忘了这回事一样？还真没把鸿蒙紫气放在眼中。好嘞，那二位老哥先自便，我去就来。兄长，你们之前到底看到了什么？之前你离去之后，我们两个趁着红军讲道、天道的注意力在紫霄宫的时候，以空间法则、时间法则结合，又借着盘古殿之中的父神气息，牵引出了时间长河。而后，我们联手顺流而下，我们在未来看到了盘古真身。我原本的大势中根本没有我的存在，也就没有盘古真身扶住不周山这一幕。难道是因为我彻底融入洪荒，天道大势被改变，不周山并没有倒塌？时间之道，玄奥无比，变化莫测。便是我掌控时间法则，成就混元金仙，也只是掌控一点皮毛。越是进步，越是感慨时间之道的浩大。我俩所见的画面，未必就是未来。而且我们窥探之后，定然会带来改变，所以你也不用太过担忧。我们左思右想，将此事跟你和盘托出，便是不想让你有太多忧虑。咱们都已经遇见巫族的劫难，难道不能想办法避免？我知道，只要大哥二哥能听进去我的建议，就算天道大势不可改，咱们大不了跑入地府，把这烂摊子丢给天道圣人和妖族。那你们顺流而下，还遇到了什么？我们迷失在了一片虚无之中，那虚无似乎朝着某个终点流去，应该是传说中的归墟。在那虚无中，我们甚至见到了混沌魔神的尸体。混沌魔神，你们带回来了吗？还带回来。在那片虚无之中，我们两个像是被封印一样，自身实力不断消耗。要不是提前放置精血在你身上，怕是都回不来了。哪里还有心思带什么尸体？咱们现在连混元都没成就，暂时还是别想了。太可惜了。有什么好遗憾的？再强大的混沌魔神，也不过是父神的手下败将。你只要好好修行，早晚能继承父神的道统。我们那2滴祖屋精血也用不上了，就直接给你炼化吧。这不好吧？这有什么？我们俩也算是明白了，你对天道大势的感知的确比我们强，脑瓜子也的确好使。巫族在你带领下，说不定真能摆脱劫难。以后你才是大哥，咱们巫族都听你的。啊？这怎么能行？让我来当大哥，那不是乱套了吗？整天操心一大群精力爆棚、天不怕地不怕的祖屋，我头皮发麻好吗？我就想躲在后面出主意，打架让你们上，被护着当个小老弟不香吗？哈哈，逗你呢。反正以后你有什么主意，有什么想法，多多跟我们说，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。还是在巫族好啊，至少不用跟自家人动心眼子，什么都跟我直说。吴天，依你所见，接下来咱们巫族要如何发展？还有什么点子？有3清西方之势，咱们巫族的气势已经大盛，接下来等闲不敢招惹咱们，但越是这个时候，咱们巫族越是不能飘，反而应该沉下心来，好好修行。2位兄长也赶紧疗伤，其他兄长也要赶紧提升，让12都天神煞大阵的威能更强。放心，待会儿我就跟他们说，在我们闭关疗伤期间，都得给我老实修炼。等我们出关之后，若是还有谁没达到混元金仙，那个，不包括我吧？你说呢？唉，哈哈哈，逗你的。你的路与我们不同，如何走完全看你自己。我们能做的，就是提供一切能提供的支持。多谢2位兄长。对了，兄长，你掌控空间法则，可有办法将12祖屋的神殿与盘古殿相连，
甚至与我们每一个人相连，彼此间以空间法则传送。盘古殿与我等的神殿以及咱们祖屋之间自有联系，相互传送并不难。至于你说的能随意传送到洪荒天地各处，这倒是要好好琢磨一下。若是能配合镇元子老哥的地书，提前在洪荒天地各处点化灵性，将山神土地纳入麾下，连接成网，不仅消息灵通，还能作为坐标，随时召唤祖屋降临。好主意！这么一来，咱们巫族便能掌控整个洪荒大地，真正的守护父神所创造的这片天地。只不过，镇元子道友会同意？无妨，我先跟镇元子老哥商议一下，此间利弊跟他们讲清楚。若是愿意最好，若是镇元子老哥有顾忌，咱们也不必强求。吴天老弟，你们的事情说完了？兄长交代了些巫族的事情。两位老哥，我正好有事情要跟你们商量一下。若是能借地书为寄托，点化山神土地，老哥你这地仙之祖的名号便更加名副其实了。但此举的弊端是，必将彻底卷入谅解之中。此中利弊，我也跟两位老哥说了，即便镇元老哥不愿，也不会影响咱们之间的情谊。吴天老弟，你可是误会我了，你这是又给我送一份大礼呀，我又怎么会不同意？我真正忧虑的是，要怎么才能还清老弟的恩情。至于老弟说的弊端，现在我说我跟巫族没什么关系，不会站队巫族，整个洪荒天地还有人会信吗？老哥通透，我就知道，咱们是一路人，整个洪荒，我们也就愿意跟你们兄弟二人亲近。诶，老弟，你是想当不周山山神？什么不周山山神？大哥别急啊，这不周山的山神，咱们谁都不做。不周山乃父神脊柱所化，又何必画蛇添足？共工兄长啊，你可别在大哥面前提不周山了，真不怕挨揍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先好好疗伤，此事也不急于一时。接下来我和老二要闭关，你们都给我老老实实的，好好提升实力。等我出关之后，谁还没达到混元金仙境界，那我和你们二哥可要亲自帮你们锤炼肉身了。以后我们两个不在的时候，咱们巫族就吴天说了算。大哥放心，老弟是咱们巫族最聪明的，我们肯定会听他的。我要是不听话，你只管揍我，就是在按着我的头往须弥山上撞，我都没有半句怨言。不会说话你就别吭声了，拍马屁都能拍到马蹄子上。咱们巫族靠大家，小弟就是出出主意动动嘴，真出力还是得你们。行，我们先去闭关，你们好自为之。两位兄弟，那我们就先去了。道友慢走。大哥真是的，搞得好像他们不在，我们会欺负你似的。老弟，难道我们对你不好吗？好，自然是好。走，咱们也去盘古殿说。吴天老弟，鸿蒙紫气在这儿，你可是有什么章程想法？但说无妨。我们都听你的。两位老哥也知道，我们巫族对成为天道圣人并没有什么企图，鸿蒙紫气对我们也只是鸡肋，所以你们先感悟便是。啊，这可是成圣之机啊！吴天老弟，难道你就不好奇吗？也罢，那我就先看看这鸿蒙紫气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。怎么了？无妨，这鸿蒙紫气除了是成圣之机，还是一种天道权限，或者可以当作是天道法则宝库的钥匙。拥有鸿蒙紫气者，能尽情感悟天道法则，但与此同时，你自身的感悟也会被天道同步。那按照这么说，鸿蒙紫气对咱们没什么用？倒也不是没用，只是对咱们实在是鸡肋。
所以这鸿蒙紫气还是2位老哥拿着。你们跟巫族不一样，只管好好砍物，真能炼化成圣，也是大机缘。2位老哥，你们怎么打算？要不你们就别走了，直接在我们巫族修炼。这道鸿蒙紫气不知道多少人惦记，万一有人算计埋伏，那可就不好了。吴天老弟，巫族的煞气还是太重，与我等修行多有不便，我们还是回武装观吧。老弟放心，我知道你是担心，但是我2个也不是好欺负的，大不了就撑起地书结界。放心，我本来就跟镇元老哥形影不离，现在鸿蒙紫气在身，肯定会更加注意。不行，我还是放心不下。你们等等，我去就回。这吴天老弟这是要干嘛去？该不会去取先天葫芦了吧？取哪个葫芦呢？按照原本大势，红云该得火形红葫芦，祭炼成99散魄葫芦。好好的先天葫芦，祭炼成这等歹毒法宝，岂不是要伤及自身气运福源？这完全不符合红云老好人的性子。先天土行法则带着承载之意，定能让红云的气运更加沉稳一点，跟镇元老哥的戊土属性也正好互补。就他了，放心吧，我会给他们找个好归宿。哈哈，果然如我所想。送宝是其次，只要这葫芦之间的感应在，红云若是遇到危险，借葫芦呼唤，我顷刻便能感应支援，这就叫一方有难，8方支援。吴天老弟，你还真去取葫芦了？可是我们已经欠了你这么多人情，若是还伸手，岂不是太过贪得无厌？哪里还有脸？唉，恩重难还啊！以后管你什么大劫，想要伤害我吴天老弟，先打破我地书再说。这么多葫芦，我自己也用不上啊，总不能背一身葫芦到处走吧？那样成何体统？不就是个葫芦吗？哪有你们说的这么严重？再说了，之前若非镇元老哥出手，我又如何得混沌葫芦？跟我们巫族在一起，怎么还这么磨磨唧唧？多谢老弟。2位老哥，这先天葫芦除了本身威力，与我手中的混沌葫芦还有冥冥中的感应。日后若遇危险，只需扣动葫芦中的印记，我自然会生出感应，迅速支援。吴天老弟，什么也不说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只管吩咐。若是我红云有半个不字，就让我此生无缘大道。红云老哥，何至于此啊？无妨，这也是我真心所想，说出来反而念头通达，道心稳固。如此，那我和镇元老哥就告辞了。吴天老弟放心，有镇元老哥的地书在，我们肯定不会有事的。你们这么看我做甚？吴天，你为何对镇元子红云这么好？又是帮忙出头，又是给各种机缘法宝的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现在镇元子红云恨不得都要卖身给他了。我看吴天要去攻打紫霄宫，这2个人都会跟着。可是吴天想要拉拢他们2个，难道就看不出来吗？自然是能，但他们也能看出来，我是真心跟他们交朋友。再说，我又不是害他们，给他们送鸿蒙紫气、送宝物、送机缘，这有什么错吗？试问，谁能拒绝得了？原来如此。先不说这些了，反正咱们也不会让他们吃亏。玄冥姐姐，这个葫芦给你。怎么，这一招你还要用在玄冥姐姐身上？别胡说！我哪有？这不是正好有适合玄冥姐姐的葫芦吗？我就拿出来了，哪有你说的这么离谱？之前玄冥姐姐还帮我抢了6根清净竹，送个葫芦怎么了？那我的呢？坏了，原本土葫芦该给后土姐姐的，但我刚刚土审视直接给红云了，现在拿什么顶上？后土姐姐，先天土葫芦我给了红云，缘故你方才也听到了。若是你对其他属性的葫芦有兴趣，你只管提，小弟二话不说，立马去拿。除此之外，我还专门给后土姐姐准备了这件法宝——中央戊己杏黄旗，正好与后土姐姐契合。这还差不多，我可不是非要你的灵宝哦。懂，我都懂。那你自己打算炼化南方离地焰光旗，还是东方宝色青莲旗？我不用，我这次还有其他收获。你们忘了，我还得了先天菩提树的枝丫和6根清净竹。
这旗子自然是交给其他兄长。老弟，找我们啥事儿？两位兄长，这2面先天五方旗，你们各自拿去炼化，以后等集齐了，正好布置先天五方五行大阵。啊，老弟，要不你找其他人吧，我们对先天灵宝没兴趣啊。对，大哥闭关前要求我们突破混元机仙，我们没元神，血炼此宝要耗费大量精血，肯定会耽搁修炼的。啊，这可是极品先天灵宝啊！让你们祭炼就祭炼，哪里来那么多废话？可是我知道你们的小心思，但是你们自己想想，没有突破混元金仙和不听吴天的话，这2个哪个后果更严重？我们练还不行吗？先天五方旗啊，我自己都舍不得炼化，拿来给你们，竟然还一副不情愿的模样。老弟，不是哥哥们不听你的话，可这先天五方旗乃是防护型的法宝，阵法也是防护为主，与我们的性子不合啊。老弟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先练着，反正你也炼化过我们的精血，掌握我们的法则，等我们祭炼好了之后，你一样能驱使。到时候需要我们布阵，那我们就布阵。若是我们一时兴起，要冲上去杀敌的时候，就将这先天五方旗丢给你，你自己想办法成阵，如何？对，等我们祭炼完毕，先拿来给你熟悉一下，到时候也能快速上手。这算什么？祖屋代炼吗？还是共享先天五方旗？你们帮我炼化好先天五方旗，然后给我自己使。好了，兄长们，不一直都是这样不着调吗？所以才需要你来出主意，给咱们巫族出谋划策呀。不急，等大哥出关之后，找大哥告状，让大哥好好修理他们。姐姐误会了，按照兄长们的意思，他们将先天五方旗炼化之后，直接拿来给我用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后土姐姐，咱们也回部落吧，事情都处理好了，我也总算是有时间开始修炼了。那你可要好好修炼，接下来我会去检查的。先炼化先天土桃树的灵芝再说，其他的以后慢慢祭炼。咦，难道有人在骂我？这个吴天说好的弄死东文公呢？我定金都付了，人呢？怎么就回去了？这家伙该不会是忽悠我的吧？拿了我的蟠桃枝和先天蟠桃就不认账了。王母，东王公又来了，让他进来。金母，你总是这么躲着我做甚？若你我2人联手，立下仙庭之后，定然能得浩大气运。到时候汇聚无数能人异士，便是跟巫妖3族鼎立，也未可知啊。停，木工，之前我已经跟你说过，就咱们这实力，有什么资格跟巫妖争锋？可咱们传播仙铎教化，道祖他老人家肯定会支持咱们的。还是巫族那个吴天跟你说什么了？你该不会想要投靠巫族吧？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巫族不尊道祖，跟咱们就不是一路人。好，我跟你一起立下仙庭。但是我先说好了，我只是全男女仙之首的名分，我只在西昆仑修行，其他一概不管。好，那此事就此定下，该道友的气运我也绝不会少了。王母，你既然不喜此事，为何不坚决拒绝，又非要答应？按照王母所言，虽是不管仙庭之事，但因果怕是难以彻底斩断，我又何尝不知？放心吧，我自有考虑。吴天啊吴天，我可按照你说的应下，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吴天要突破了！啊，怎么又不突破了？现在可不能突破，
还没得到建木呢，先夯实根基。仙庭之事，你们怎么看？兄长一直在闭关，可能还不知道。据说西王母根本不愿意掺和此事，不想与巫妖为敌，是东王公死缠烂打，方才应下。就算这样，也只是挂个名头而已。就这，他东王公想立下仙庭，跟我等争锋。哼！妖皇、东皇，不管怎么说，之前妖族立足的时候，东王公、西王母前来观礼，如今他们送来请柬，咱们还是要回应一下比较好，否则难免让别人笑话。巫族会去观礼吗？那吴天呢？要不我和兄长走一趟吧。东王公、西王母乃是道祖亲自册封的天下男女仙之首，就算是给道祖面子，也要前去观礼。不过我的确是在修行关键时候，这样吧，太医，你跟西皇、蛙皇一起前去，眼下时间还早。西皇、蛙皇，不妨先在天庭修行一段时间再去。天庭之中为你们准备的宫殿，两位可是甚少前来啊。多谢妖皇。太医，知道为何让你同去吧？兄长的意思是想办法搅和蛙皇与吴天之间的交易，不让他得那份心心念念的机缘。并非如此，毕竟是咱们妖族的蛙皇，他成为天道圣人，对妖族亦是有好处。而且，我们若是从中作梗，岂不是饿了西皇、蛙皇？你多留一份心就行。期间发生任何事情，回来之后一五一十的告知于我，我自有打算。兄长，要不要顺便探听一下东王公的虚实，或者我出手打压一下，也让他知道，别以为有道祖当靠山就能放肆。别，千万别！仙庭之事，咱们妖族千万不能先出头，还是等巫族出手吧。以巫族这样的性格，能容忍东王公张狂？对了，巫族最近有什么动向？没什么动向，不知道怎么了。这段时间巫族出奇的安静，诸多祖巫们竟是一个都没有在洪荒大地行走，甚至连大巫都甚少出现。也好，祖巫们不出，也省得跟咱们妖族之间起冲突。太医，接下来一定要稳住，千万别让两族之间的争端升级。我知道。咱们去不去？啊，你醒了。我就是炼化一下先天菩提树的灵芝，又不是必死关。你们说话的动静，我自然感知到了。那咱们去不去？不去，去观礼，给他东王公脸了。不过总不能什么都不做，咱们可以放出风声，就说红军道祖立下天下男女仙之首，就是为了以后掌控天庭之用。这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可是会有人信吗？这么直白的挑拨，帝君会上当。越是聪明人，越是会想得多。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就只需要静待其开花结果。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我这可都是为了咱们巫族啊！还有，约束兄长们，千万别让他们去捣乱，就当没这么回事。我们也没说什么，放心吧，这事我亲自去盯着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还有一事，我准备前往混沌，在混沌中修行一番，试试以先天灵根炼化混沌之气，能否源源不断地产生先天灵气，以此补充洪荒天地的消耗。我跟你一起。不用，我就在洪荒天地边缘。你原先的谨慎性子哪里去了？之前可是躲在盘古殿，死活不愿意出去。怎么，现在觉得自己行了？这样吧，我跟玄冥姐姐传讯，让她跟你一起。你现在可是咱们巫族的宝贝，若是出了什么事，我如何跟兄长们交代？走吧。后土姐姐，让兄长们千万别惹事，要是有什么事，赶紧召唤我。大哥，咱们要去吗？我看还去一趟比较好，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。东王公、西王母乃是老师册封的天下男女仙之首，就算看在老师的面子上，也要前去观礼。大哥，你觉得呢？那就去吧。咦，巫族怎么没来？巫族还真是我行我素。见过两位道友。见过女皇。镇元道友，你可知巫族的吴天道友为何没来？巫族的事，你们看我作甚？我们又不是巫族。我也不知，我兄弟二人从武装观而来，着实不知道吴天老弟的动向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有劳两位道友了。吴天没来，这换宝之事该如何是好？也好，吴天没来，女娲仍旧得不到机缘之物。
他正道成圣延后，如此我与兄长也有底气不被夺权。吴天老弟没来，女娲道友怎么这般失落？女娲道友，据我所知，吴天老弟喜欢待在巫族，哪里也不去。你若是有急事，不妨直接前去后体部落便是。多谢镇元道友，山不过来我就过去，观礼之后我就直接去巫族寻他。这小子到底怎么回事？真是哄骗我！就为了先天染水蟠桃的灵芝？不可能，巫族不是这样的性子。木工，你给巫族送请柬了吗？自然送了。算了，不管他们了。如今其他道友都已经前来，也不缺他们巫族一个。哼！道友别想太多，咱们还是赶紧开始吧，莫要耽搁了吉时良辰。待仙庭立下之后，我也去后土当面问问吴天那个家伙。天道在上，红军道祖在上，洪荒天地见之。好家伙，别人立足昭告大道、盘古或者天道，东王公敬拜红军道祖，格局小了。这般殷勤，道祖理你吗？念道祖传道洪荒之仁德，感激道祖赐下天下男女仙业位。今日我东王公西王母愿继承道祖意志，于蓬莱仙岛立下仙庭，传承仙道，教化洪荒天地生灵。与仙道有缘者，皆可入我仙庭。善，多谢道祖。按理说，西方素色云界旗也能镇压气运，但与吴天有过约定，还是不动用此宝了。多谢诸位观礼，还请落下蓬莱庆祝一番。仙庭已立，我等便不多留了，告辞。我师兄弟二人也告辞了。两位道友，你们可是要去巫族一趟？若是去的话，不妨咱们一起。这女娲这么一说，不去也不行了。我正要去巫族，两位道友既然有意，那咱们便同行吧。同去同去。嘿嘿，这种热闹怎么能少得了我红云？东皇可是要与我一起。我堂堂妖族东皇，跟你们一起去拜访吴天，可大哥又让我跟着女娲。我跟你们一起。木工，你我二人的约定已经结束，我也该回我的西昆仑了。以后仙庭由木工执掌。金母，何必如此匆忙？女娲能去，我难道就不能去？我得找吴天问清楚。气煞我也！巫族不过是一群莽夫，竟是连金母都往那里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呵呵，金母有些事情要暂且离开，咱们不管他。诸位道友，且随我一同入座，咱们坐而论道，岂不快哉？吴天老弟，他们怎么来了？妖族三皇竟然还跟镇元子红云一起。后土见过诸位道友。后土祖武，吴天老弟呢？我等去蓬莱仙岛观礼，正好碰上女娲道友他们，说有事要找吴天老弟，干脆便一同前来。不能说吴天去了混沌，泄露行踪，吴天岂不是危险？还真是不巧，吴天正在闭关，现在正是关键时候，怕是无法出来与诸位相见。要不几位道友先在我后土部落等等，说不定吴天很快就能出关呢。哦，这么不巧，闭关不知几百几千年，太医也是绝对不愿等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等先行告辞，待吴天道友出关再来拜访吧。哦，道友不坐坐吗？我们就带个路。又来，见过后土祖屋，贸然来访，还望祖屋不要见怪。见过西王母道友，道友也是来寻吴天，只是不巧，吴天正在闭关修炼，怕是无法相见呢。知道的是有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小弟怎么招你了呢。堂堂先天神民，做这种姿态作甚？这下没人了吧？
我这小弟真有意思，别人视巫族为洪水难料，避之不及，偏偏他引得这么多人往我这儿跑。也不知道他在混沌中修炼的如何了，少了通天剑幕，会不会对他的修行有所影响？明明杀去蓬莱，直接动手抢就行，搞这么麻烦做甚？还莫名其妙的跟着西王母结下阴管。罢了，随他吧。这小子不显山露水的，没想到实力竟是强悍如此。这肉身的力量，怕是已经超过混元进仙了吧？敢来我巫族？吴天自己取的。好像还真行，不用等剑幕到手，也能五脏平衡，直接突破混元金仙了。你懂个什么？你帮我突破，不要消耗自身本源吗？等到巫妖大劫期间，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将不周山带走，然后以通天剑幕撑天？消弭业力，搞不好还能得额外功德。嘿嘿，通天剑幕我拿定了。我说的，红军来都不好使。炼化混沌之气，简直跟炼化杀气一样简单。难道之前被我揍，都是他假装的？不好，有人探查。咦，吴天能突破极限吗？突破混元金仙要明悟自身大道，那我到底要以何种大道来突破，作为自己以后的道路？不对，我为何要独走一道？诸般伟力加入自身，所有的力量，所有的可能融为一体，难道就不能突破混元金仙？哈哈哈哈哈！成了，我成了！切，不就一个混元金仙而已，至于这么兴奋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直接挣到混元大罗金仙了呢。玄冥姐姐，要不咱们练一下，你也帮小弟熟悉一下身体。我虽然只是突破一个境界，但实力的增长可不止如此，难道还打不过你？看来你这是又觉得自己行了。好啊，那就来吧。玄冥姐姐，我来啦！他才突破混元金仙，可我都已经突破许久，还是肉身元神双重的混元金仙，竟然能跟我打得有来有回，不行，不能这样下去。玄冥姐姐，你这是作甚？咱们继续啊，我还没使出盘古真身呢。算了，你才突破混元金仙，若是继续打下去，我怕打出真火之后难以收手，伤了你的根基。原来如此，不就是怕在我这个小弟面前丢脸吗？还非要这么逞强的模样。哼，好了，你现在也突破了，咱们是不是可以返回巫族了？混沌之中不计年，也不知道巫族现在怎么样。不急，不急，好不容易来混沌一趟，我再吞噬一点混沌之气。等混沌葫芦成熟，会不会直接成为混沌灵宝？准提还真是狠啊！如此先天灵根被他练成先天灵宝，这也就算了，这家伙连自己都不放过。分宝牙能练翻天印，不过我不可能撞断不周山啊。那练成空瞳印，那就需要首阳山之瞳了。现在三清还没分家，太清也没往首阳山而去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提前去取，提前掌控人族气运至宝？太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倒也没什么。兄长之前不是一直告诫我，让我压制巫妖之间的战斗吗？结果清源鬼车没能忍耐住，跟巫族的大巫打起来了。倒也不怪他们，是这些巫族胡说八道，也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，说咱们妖族必败，日后天庭当有东王公、西王母执掌，一个个就猖狂起来了。详细道来。若是东王公西岳母的天下男女之首，
就是为统御天庭准备的，这都是红军道祖定好了的。从巫族口中传出，怕不是想让我们去对付仙庭吧？然后他们好坐收渔翁之利。呵呵，这些巫族头脑还真简单，以为这样我就会上当。兄长，祖巫们的性格咱们也都了解，他们三清都敢动手，还在乎一个东王公？而且，就他们那群莽货，有这个脑子搞什么算计？难道道祖真有此意？道祖啊道祖，天道圣人尽归你门下就算了，竟然连我天庭都不放过，都想要掌控在你的手上吗？兄长，若红军道祖真要以东王公替代我等呢？要不咱们先下手为强？不可，咱们现在去征讨仙庭，岂不是太不给红军道祖面子？此事不急，先看看再说。即便红军道祖真有算计，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，咱们有足够的时间、机会出手。区东王公，哼！可是此事为何从巫族口中传出？哈哈哈哈！兄长放心，此事就交给我吧。以巫族的脑子，还能有什么瞒得住我们？还有，蛙皇已经去了后土部落3次，那个吴天一直都没出关。我看蛙皇不见到这吴天，还要去第4次。到时候我还随他一起，趁机套一套巫族的话，这不就行了？也好，怪不得仙庭立下的时候，老师出面还以仙道气运加持。原来如此，若是天庭为东王公掌控，玄门气运又将大盛，于我等亦是好事。东王公此人好谋无断，见利而无远虑，如此品性，如何能当得起天帝之位？会不会正是因为东王公性格如此，老师才有这般安排？果真如此，道祖真的有意让我接管天庭，我就知道道祖不会无的放矢，一举一动都自有深意。坏了，帝君若是知晓，该不会要针对我吧？吴天想凭这个传言就将东王公置于死地，这个家伙可算是害苦我了。不行，还得再去巫族。这下好了吧？这个玄冥姐姐，我不就是实力提升了点儿，没给你胖揍的机会吗？就这么喜欢揍我？你们可算是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可是巫族发生了什么事？还是兄长们又……没事，你修行的这段时间，兄长们都老实得很，一个个都窝在部落中修行。他们也担心大哥责罚呢。你临走说的事，我也处置完毕。哼，只是有一点，你去修行的这段时间，女娲、西王母来来回回的往咱们巫族跑，也不嫌累得慌，搞得我都没法安心修炼。啥情况？我去混沌之中修行的时候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修炼的怎么样？可曾突破？这还用说吗？自然是已然突破了混元金仙。我虽然是最小的那个，但再也不是最弱的那个。我那是怕伤着你，未尽全力而已。看来你进步不小嘛，要不要我和玄冥姐姐一起帮你再巩固巩固？想对我混合双打？不用不用不用！呵呵，又来了，这下你自己应付他吧。